雪河长舒了一口气，这种当丫鬟的苦日子，她已经整整熬了4年零10个月，只要再咬牙坚持最后2个月，一切就都要结束了。到时候她就能彻底摆脱现在的身份，去迎接全新的生活。其实，在来到这儿之前，她只是个普通的打工人，每天过着平淡无奇的生活。可谁能想到，只是熬夜看个小说的功夫，一睁眼，她竟然缩水成了个13岁的小姑娘。陌生的环境，消失的文明，这种事搁谁身上都得疯。那时候的她还不知道，自己竟然穿越到了书里的世界，只能在混乱中硬生生的熬过了第1天。在这地方生存，雪河的直觉告诉她，千万别出风头，更不要去招惹是非。只要少管闲事，老老实实把手里的活儿干好，就能平安无事的待下去。于是她每天埋头苦干，除了洗衣服，什么都不去想。就这样平静的过了1个星期。可就在这天，意外还是发生了。雪河正忙着呢，突然一只手从背后伸过来，直接把她给扣住了。这突如其来的变故，差点没把她魂儿给吓飞了。紧接着一阵劈头接脸的臭骂就砸了过来。原来是奶奶找上门了，张口就问她是不是把回家探亲的事儿全给忘了。看着眼前这位怒气冲冲的老太太，雪河心里直发虚，毕竟她是穿越过来的冒牌货，压根就不认识这位亲奶奶。这要是开口露了馅，那麻烦可就大了。可奶奶根本不给她思考的时间，伸手揪住她的耳朵，不由分说的就往外拖。雪河只能一边喊疼，一边被这位风风火火的老太太强行带离了现场。本以为回家要挨顿毒打，结果一进门，桌上竟然摆满了热腾腾的炖肉，这反差也太大了。奶奶心疼的摸着她的头，直说她这几天都瘦脱相了，特意去集市买了最好的肉，就为了给她补补身子。看着眼前这顿丰盛的大餐，雪河心里五味杂陈。可还没等她动筷子，奶奶突然话锋一转，问她为什么非要去当个小丫鬟。老太太觉得自己这把老骨头完全养得起她，没必要去外面受那份罪。这下雪河彻底难办了，她该怎么开口拒绝这份好意呢？雪河这下总算想通了，原主放着好日子不过，非要跑到这龙潭虎穴里当差，说到底都是为了报答奶奶的养育之恩。看着眼前忙前忙后的奶奶，雪河心里虽然想打退堂鼓，可白纸黑字的契约都已经签了，现在想走也走不了，只能先把这合同履行完再说。奶奶一边往她碗里加肉，一边神情严肃地叮嘱，在那种地方干活必须得加倍小心。虽然平时很难见到教主和少爷，但万一真的撞上了，那可绝对不是闹着玩的。奶奶神情严肃地叮嘱，在教里千万要躲着大少爷赤灰白，那家伙可是出了名的心狠手辣，虽然还没正式接班，但已经是下一任教主的最强人选了。听到这个名字，雪河心里咯噔一下，下一任天魔，这名字听着也太耳熟了。原来在他穿越过来之前，这可是他看过的武侠小说里最让人头疼的大反派。为了确认情况，他赶紧打听二少爷的名字。当奶奶说出赤里剑这3个字时，雪河整个人都不好了。这么多小说，怎么偏偏穿进了这一本？这可是当时最火的爆款武侠小说，讲的是魔教历史上最强天魔诞生的故事。书里正派、邪派还有魔教3方势力打得不可开交，但所有的爽点全都集中在主角那无敌的武功和杀伐果断的剧情上。而那个被读者捧上天，被称为战斗力天花板的主角，名字就叫赤里剑。在书里的设定中，他可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狠角色。赤里剑这张脸，简直就是教里的颜值天花板，不管走到哪都能引来一大群迷妹尖叫，简直就是偶像级别的存在。可只有雪河心里清楚，这副皮囊下藏着的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怪物。在小说原著里，他根本就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。只要他心情不好，哪怕只是在他面前晃了一下，下场都只有一个，那就是被他亲手撕成碎片。这哪是来当差的，这分明是在刀尖上跳舞。就因为猎人顶了一句嘴，他就能亲手把人掐死，甚至连自己的亲爹和兄弟也全都被他杀了个干净。这就是赤里剑，一个彻头彻尾的疯子。既然回不去现实世界，雪河只能想办法在这里活下去。他给自己定了一个死命令，那就是绝对不能和赤里剑扯上关系。万幸的是，现在剧情还没正式开始，他还有5年的侍女合同要履行。只要这5年里把自己当成一个透明人，应该就能保住这条小命吧。画面回到现在，这5年雪河为了活命，简直比蟑螂还能忍。不过苦日子总算熬出头了，再有2个月，他的合同就要正式到期了。重获自由后的第一件事，他已经想得清清楚楚，那就是带上奶奶，立刻逃离魔教这个是非之地。只要跑得够远，这辈子都不可能再跟赤里剑那个疯子有交集。到时候天高任鸟飞，谁也别想再威胁他的命。而且这些年省吃俭用，他手里可攒了一大笔私房钱，带奶奶去游山玩水，过过有钱人的小日子，那才叫真正的生活。就在雪河还在做美梦的时候，同伴苏旭急匆匆地跑了过来，一边跑一边大喊他的名字，看样子是出了什么不得了的大事。苏旭一把抓住雪河的手，兴奋的声音都在发颤。他说雪河这辈子的运气恐怕全都用在今天了，恭喜你啊，雪河，你被选为2少爷的贴身侍女了，现在全教的姑娘估计都要羡慕疯了。听到这个消息，雪河整个人直接愣在原地。2少爷，那不就是那个杀人魔赤里剑吗？雪河一时间根本反应不过来，这消息简直就是晴天霹雳。躲了5年，避了5年，眼看合同就要到期了，结果在最后关头还是没能躲掉。郭夫人笑着点点头，这事儿已经板上钉钉了。雪河整个人都愣住了，原本以为能安稳退休，结果等来的却是这种消息。郭夫人接着说，2少爷这人出了名的爱干净，所以才特意推荐了你这么个聪明伶俐的丫头。看着雪河半天没说话，郭夫人
还以为他是激动坏了，赶紧安慰说不用这么感激，这都是你应得的。雪禾现在想哭都哭不出来，这哪是升职加薪，这分明是掉进火坑了呀！在别人眼里，能当上二少爷的贴身丫鬟，那简直是祖坟冒青烟了，不仅工钱翻倍，甚至还有机会飞上枝头变凤凰。换作是任何一个人，恐怕都要跪在地上谢主隆恩。可偏偏雪禾是个例外，他沉默了半天，突然开口拒绝了。他说这份差事自己实在干不了。郭夫人这下彻底懵了，这么好的机会，别人求都求不来，你居然说干不了。结果雪禾接下来的话更是让人惊掉下巴。他说自己已经打算好了，最多再干2个月，他就要彻底辞职走人了。雪禾开始演戏了，他摆出一副孝顺的样子，说自己担心奶奶的身体，这府里的活儿实在太重，他得回去尽孝。郭夫人叹了口气，一副拿他没办法的样子，说既然你心意已决，那我也不能强留。雪禾心里正高兴呢，以为这招以退为进奏效了，结果郭夫人话锋一转，说既然你还要再干2个月，那这段时间就先去伺候二少爷吧。雪禾这下彻底傻眼了，本想找个借口溜之大吉，没想到反而把自己给套进去了。看着郭夫人那意味深长的笑容，雪禾这才反应过来，自己这点小聪明在人家眼里根本不够看，这下是真的走不掉了。雪禾还想再挣扎一下，他建议郭夫人干脆直接找个长期的接班人，省得2个月后还得重新选。结果郭夫人直接一招捧杀，说像你这样既识字又利索的，上哪儿去找第2个？二少爷那儿除了你，谁去我都不放心。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郭夫人根本不给他拒绝的机会，直接甩过来一本手册，命令他明天一早就去报到，今天之内必须全部背书。雪禾还想开口求情，结果郭夫人直接凑到他耳边，笑着问了一句：“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吧？”看着郭夫人那和蔼却吓人的笑脸，雪禾知道这回是真的踢到钢钉了，除了点头答应，他根本没有第2个选择。雪禾一进门就哭得惊天动地，奶奶还以为他是在外面受了伤，或者是把工钱给弄丢了，结果一问才知道，竟然是因为不想当那个贴身丫鬟。奶奶听完简直哭笑不得，说你这嗓门大的都要把房顶掀了，就为了这点小事。雪禾急得直拍桌子，说这哪是小事啊，万一伺候不好，那可是随时要掉脑袋的。奶奶气得直接给了他一个暴力，说二少爷又不是什么杀人狂，哪有你说的那么夸张，就算犯点小错也不至于要了你的命。雪禾委屈的不行，觉得在那些大人物眼里，丫鬟的命根本就不算命，就像随手可以捏死的小虫子。奶奶没好气地训他，说你要是真这么胆小，当初干嘛还要进这府里当差？奶奶觉得这丫头转性了，以前天不怕地不怕，现在怎么怂成这样？雪禾心里直犯嘀咕，总不能说这身体里换了个灵魂吧？奶奶觉得他就是想太多，直接端上一桌好菜，命令他赶紧吃。雪禾现在哪有心思吃饭啊？可看着奶奶那严厉的眼神，不吃完恐怕是走不了了。没办法，雪禾只能化悲愤为食欲，他一边嚼着饭，一边打听前任丫鬟到底是因为什么才不干的。奶奶问起前任丫鬟的事，说要不是那姑娘突然辞职，这差事也轮不到雪禾头上。雪禾一边吃一边琢磨，原著里对这些炮灰根本没描述，但按照那二少爷吃里见得很近，那姑娘恐怕早就没命了。这话一出，奶奶立刻变了语气，她盯着雪禾追问，你到底听到了什么风声？你凭什么确定他已经死了？雪禾这才反应过来，自己一不小心把实话说出来了，他赶紧改口，我也没亲眼看见，只是随便猜猜而已。奶奶压低声音说，听说赤里剑这人最喜欢玩毒，要是传闻是真的，在那府里想活命可就难了。雪禾还没反应过来，奶奶已经起身往楼上走，让他吃完饭立刻过去，说是有件东西要交给他。看着奶奶严肃的背影，这顿饭突然就不香了，到底是什么重要的东西，非要搞得这么神秘？雪禾打开奶奶的柜子，整个人都懵了，这盒子里装的竟然是传说中的碧毒珠，这宝贝有钱都买不到，怎么会藏在自家柜子里？雪禾第一反应就是奶奶是不是把她辛苦攒的钱全给花光了？奶奶一听这话急了，说谁稀罕你那点辛苦钱？雪禾更内眠了，既然不是买的，这东西到底是哪来的？奶奶的神色变得有些古怪，看来这宝贝背后还藏着不少秘密。奶奶一脸俏皮地说，这宝贝是客人在面馆落下的。雪禾听完根本不信，谁会把碧毒珠这种神物随手丢在面馆里啊？奶奶却开始反向忽悠，说这东西对付不了真正的剧毒，顶多算是个心理安慰，既然你这么嫌弃，那我就收回去了。雪禾这下急了，赶紧一把抢过来，虽然嘴上嫌弃，但这可是保命的宝贝。他抱着奶奶撒娇，这世上果然只有奶奶最疼他。这下雪禾总算踏实了，奶奶给的东西肯定没问题，管他这宝贝是哪来的，只要能保命，比什么都强。他搂着奶奶撒娇，心里已经想好了退路，等这次试毒平安回来，就带奶奶离开这里，去过远走高飞的安稳日子。转眼到了第2天，雪禾正式进了府，听说那位赤里剑可是个红人，他本以为会有一堆人嫉妒自己，刚进府，这气氛就压抑的不行，到处都是不怀好意的眼神，全盯着雪禾的后背。看来今天这日子注定是消停不了了。还没走2步，麻烦就主动找上了门，几个姑娘直接拦住去路，带头的那个开口就是冷嘲热讽，说没想到他是这种人，胆子还真是不小。雪禾听得一头雾水，这又是唱的哪一出？这下是真的走不掉了。3个人把路围得死死的，看这架势，今天他们是没打算放过雪禾了。雪禾一眼就认出来了，这几个人是府里的前辈，可对方一开口，火药味儿就上来了。他们觉得雪禾是想攀高枝，居然敢打赤里剑的主意，甚至还嘲讽他是在做白日梦。雪禾听完都气笑了，到底是谁在做梦？这几位心里真没点数吗？
这帮人越说越过分，不仅拿雪禾的身世说事，甚至还开始侮辱他的奶奶，说他家教不好，是专门学了怎么勾引男人。那些姑娘在那儿笑成一团，见雪禾半天没动静，还以为他是被吓傻了。结果雪禾冷笑一声：“怎么，你们是在等我回话吗？”雪禾这一开口，简直是杀人诛心。他直截了当的表示自己确实挺有本事，但唯独听不懂这种满嘴喷粪的胡话。这话一出，对面几个姑娘当场就炸毛了。既然嘴上讨不到便宜，他们干脆直接动手。看着迎面劈过来的巴掌，这局面算是彻底失控了。谁也没想到，雪禾看着文弱，身手竟然这么快。对方这一巴掌还没落下，自己先摔了个狗吃屎。雪禾拍了拍手，笑得那叫一个灿烂。他说：“奶奶从小就教过，女孩子出门在外必须得学会怎么防身。既然他们这么有兴趣，那就请各位亲自感受一下我的手段吧。”看着雪禾身后那股恐怖的气场，这帮人终于知道什么叫踢到铁板了。刚才那声惨叫还没散呢，雪禾就开始给这帮人洗脑了。他说大家真的误会大了，整个府里的丫鬟都盯着赤李健，但他偏偏一点兴趣都没有。理由更是离谱，他说自己天生口味独特，这辈子最讨厌的就是帅哥，所以那位赤李健在他眼里简直就是个避之不及的灾难。这逻辑直接把对面3个人整不会了。雪禾最后还不忘警告一句，既然话都说清楚了，以后谁也别再拿这种破事来烦他。看着雪禾潇洒离开的背影，这帮人站在原地半天都没回过神来。雪禾这波反客为主简直玩得太溜了，刚才还气势汹汹的几个人，眨眼间就被他指使去干活了。他还一副语重心长的样子，劝大家以后要好好相处，可谁也没注意到旁边的树影里竟然一直藏着一个人。赤李健坐在高处，把刚才那番灾难论听了个一清二楚。他意味深长地重复了一句：“灾难吗？看来这接下来的日子是越来越有意思了。”刚才那一闹，雪禾这会儿才回过味来，真是冲动了。说好要低调行事，结果转头就把这事给忘了。他心里还在打鼓，离大门那么远，赤李健应该没听见吧？毕竟他现在才19岁，就算再怎么厉害，也不至于能顺风耳吧。可他哪里知道，自己刚才那番话早就一字不落全进了人家的耳朵里。雪禾站在门口，深吸一口气，不停地给自己洗脑，只要表现得好，接下来的日子就稳了。虽然心里1万个想回家，但既然推开这扇门，工作就算正式开始了。作为第一天上班的专属丫鬟，基本的礼貌还是得有。他慢慢伸出手，这扇门后面到底藏着什么样的麻烦，马上就要揭晓了。雪禾这下彻底懵了，本来是做好了心理建设，结果一抬头，面前站着的居然是天罡。这反转来得太快，他整个人直接定在原地，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看错了。看他这副手忙脚乱的样子，连天罡都被搞糊涂了。这第一天上班，怎么竟出些意料之外的状况？大家看好了，这位可是小说里的重量级人物，未来的血剑魂天罡，不仅武力值爆表，还是统一武林的头号功臣。但在雪禾眼里，他更是那个万中无一的纯情男神，偶像活生生站在面前，这谁受得住啊？天罡不仅长得帅，说话更是温柔的没边。他主动打招呼，还贴心的让雪禾进屋去等。不过他也带了个准信，少主赤李健马上就回来。雪禾小心翼翼地溜进房间，别看这屋子现在静悄悄的，其实到处都透着危险，尤其是那张床，简直就是赤李健的绝对禁区。听说以前那些想动歪心思的女人，连求饶的机会都没有，就直接丢了性命。结果现在倒好，铺床这种掉脑袋的活儿，居然轮到了他这个小丫鬟。只能说这位赤李健长得确实太祸害，才让这么多人明知是死，还要往火坑里跳。小说里把赤李健夸得天花乱坠，说他长得比女人还要漂亮。雪禾本来还不信，觉得为了张脸去送命简直是疯了。结果正主一露面，这颜值确实有点不讲道理，哪怕知道他是个危险人物，也很难把目光移开。雪禾现在终于明白，为什么那么多人明知是死也要往这个火坑里跳了，真是怕什么来什么。雪禾还没回过神，赤李健就已经站在了面前，这种近距离的压迫感简直让人当场死机。这长相简直绝了，雪禾觉得用帅来形容都显得有点苍白，要不是那股吓人的杀气，他真想就这样一直看下去。可就在这时，赤李健突然开口，雪禾赶紧把自己骂醒，真是疯了，这可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，怎么能对着仇人的脸发呆？他硬着头皮大声说：“我是新来的侍女雪禾。”还没等赤李健开口，这一溜烟的功夫，人就没影了。这反差也太大了，刚才还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，怎么一转眼就怂成这样了？赤李健看着他的背影，觉得这姑娘跑起来简直像只受惊的小松鼠。雪禾现在满脑子都是后怕，刚才盯着他看了那么久，该不会被灭口吧？干了一下午的活，雪禾累得够呛，可心里还是静不下来。明明知道对方是个疯子，结果还是被那张脸给骗了。以前看书的时候还纳闷大家为什么都迷他，现在亲眼见到了，这长相确实是犯规了，连干活都没法专心。就在他胡思乱想的时候，推开门的一瞬间，眼前的景象让他彻底停下了脚步。谁能想到赤李健练剑的动静居然能闹出这么大声势？雪禾在旁边越看越不对劲，这一招一式明明没有半点内力波动，可这威力简直要把空气都撕开了。光靠纯体力就能做到这种程度，这完全不科学。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赤李健终于停下了动作，这一场练下来确实消耗不小。雪禾在旁边又看入神了，心里暗暗吐槽：这府里的男人怎么一个比一个长得犯规？他猛地回过神来，现在可不是犯花痴的时候，正经事还没办呢。他小声嘀咕着，得赶紧去准备晚饭了。比起看帅哥，还是保住饭碗更重要。夕阳挂在天边，这忙碌的一天总算是要过去了。
雪河端着准备好的饭菜，客气的跟守在门口的天罡打招呼。天罡侧过身说：“赤里剑就在屋里，让他直接进去就行。”可这门一推开，雪河整个人都傻眼了，屋里的景象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料，这下真的要出大事了。赤里剑刚洗完澡，头发还没擦干，就这么松松垮垮的坐着。雪河在旁边看得直犯嘀咕，这人怎么回事？洗完澡也不收拾干净就出来了，这场面确实让人没法淡定。他赶紧收起心思，把热腾腾的饭菜端上桌。赤里剑盯着碗里的东西，显然是第一次见，他有些迟疑地问：“这到底是什么菜？”雪河解释说：“这是专门做的鸡肉汤面，看他这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，也不知道这位赤里剑能不能吃得惯这种家常味。”雪河正忙着介绍，说这鸡汤面大补，最适合调理身体。可话刚说一半，他突然心里咯噔一下，坏了，这面是在古代可是平民吃的，难怪刚才去厨房要食材，那些厨娘看他的眼神都显得莫名其妙。他现在尴尬的想找个地缝钻进去，甚至想把面端走，可赤里剑已经拿起了筷子。这位养尊处优的赤里剑真的能咽下这碗平民饭吗？谁能想到，这位赤里剑不仅没嫌弃，反而吃得特别香，满屋子都是吸溜吸溜的声音。雪河在一旁动都不敢动，就等着最后的审判。结果赤里剑直接吃了个精光，还破天荒的夸了一句：“味道不错，确实比平时的饭菜更顶饱。”这下雪河彻底愣住了，原本以为要闯祸，结果居然歪打正着了。他刚想开口回应，接下来的话却卡在了嗓子眼。这下雪河总算能松口气了，看赤里剑吃得这么香，他赶紧凑过去问：“要不要再给您盛一碗？”天罡在旁边看得直感叹，他说赤里剑平时经常不吃饭，今天不仅吃了个精光，居然还破天荒的要了第二碗。雪河这才反应过来，自己这顿歪打正着的家常面简直成了赤里剑的救命良药。看着天罡那治愈的笑容，雪河心里暖洋洋的。他发现天罡也忙了一整天，好像一直都没顾上吃饭。他关心的问天罡饿不饿，结果对方却客气的提醒他：“你是赤里剑的侍女，只要照顾好他一个人就行。”这话说的虽然温柔，但距离感一下子就拉开了。看来在这深宅大院里，每个人都有自己必须守的规矩。雪河可不吃这一套，在他看来，人是铁饭是钢，不吃饱哪有力气干活？他直接掏出一个饭团塞过去，天罡还在那儿推来推去，觉得这是别人送给他的心意，自己拿了实在不合适。雪河干脆把话挑明，说自己那儿多的是，再拒绝可就真让人尴尬了。其实他心里的小算盘打得响，难得见到心目中的男神，高低的让他吃口好的。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天罡终于不再坚持，笑着接过了这份心意。这种给男神送温暖的感觉，让雪河整个人都飘了。他美滋滋的跟天罡告别，心里正感叹这种投喂的快乐，结果还没高兴2秒，直接乐极生悲。只听咚的一声，他感觉自己撞上了一堵肉墙，抬头一看，雪河当场就僵住了。挡在面前的不是别人，正是那位阴晴不定的赤里剑。看他这副冷冰冰的样子，这下麻烦真的大了。雪河这下彻底懵了，他心里不停的打鼓，难道是刚才哪里做的不对，又不小心闯祸了？赤里剑就那样冷冷地站着，一句话也不说。就在气氛快要凝固的时候，他竟然直接转身走了。直到那股压迫感消失，雪河才感觉自己活了过来。看来之前真是想得太美了，以为一碗面就能让他转性。赤里剑这种危险人物，怎么可能那么容易就变温柔？刚才那种死里逃生的感觉，让他瞬间清醒了过来。接下来的日子恐怕只会更加艰难，绝对不能再掉以轻心，哪怕是1秒钟都不行。赤里剑就这样一言不发，只留下一个让人捉摸不透的背影，消失在长廊的尽头。本以为这次彻底失宠，赤里剑肯定不会放过我，结果他根本没打算动手，反而像变了个人一样，胃口突然大得惊人，每天变着花样让我准备吃的。这下可把我给累坏了，一天到晚在紫星阁来回跑，简直是要让我过劳死。难道他是故意的，想用这种方式折腾我，让我每天忙得脚不沾地？就在我以为日子会一直这样时，真正的转折马上就要来了。现在的紫星阁简直炸锅了，就因为赤里剑的一句话，这帮姑娘全跟疯了一样，在那抢衣服化妆。谁能想到，我以前为了躲开他，连值班都偷偷换了，结果现在倒好，直接成了他的贴身侍女，连身边的姐妹都看出来了。他笑着说：“以前看你躲他跟躲瘟神一样，还真怕你出什么事。”我只能尴尬地问：“原来你早就知道了？”他说：“看我现在的样子，总算能松口气了。不过自从我当了这个侍女，真正的麻烦恐怕才刚刚开始。”苏旭突然凑过来套近乎，一脸讨好的叫着雪河，原来是在打赤里剑的主意。他神神秘秘地问：“既然你现在是少主身边的红人，能不能私下教教我，怎么才能讨他的欢心？”雪河这下彻底无语了，自己每天忙得脚不沾地，在别人眼里竟然成了人人羡慕的肥差。更麻烦的是，盯上这个秘诀的可不止他一个人。看着周围那一双双发光的眼睛，雪河心里清楚，这下是真的，想解释都解释不清楚了。这阵仗谁受得了啊？雪河被这帮姑娘围得死死的，他一边往后退一边喊：“等一下，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”好不容易才从人堆里挤出来，他忍不住吐槽：赤里剑这家伙的人气简直离谱到了极点。本来只想低调做人，安稳混到辞职离开的那天，结果现在倒好，直接成了全阁的焦点。雪河在心里不停地给自己打气，只要再熬2个月就行，就算现在有点流言蜚语，那些大人物肯定也不会在意。就在他觉得能蒙混过关时，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声音。雪河停下脚步问：“请问有什么事吗？”带头的女人双手抱胸，语气听起来可不太友善。她说：“今天轮到你给少主准备洗澡水了。”这差事听着简单，但在这种节骨眼上，恐怕没那么好对付。
准备洗澡水。雪河这下彻底没反应过来，白纸黑字的手册里可从来没提过这一条。对面的几个姑娘赶紧解释说，这可是少主赤里剑亲口吩咐的，还说平时大家都是轮流做，只是那天太忙才忘了提前告诉他。这理由听着就离谱，明摆着是看雪河是个新人，合伙在这儿忽悠他呢。可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他也没法再推脱，只能沉默了一会儿，硬着头皮答应下来。谁都能看出来，这趟差事绝对是个巨大的麻烦。交代完这堆麻烦事，这帮人拍拍屁股就走。雪河一个人站在原地，心里别提多憋屈了。什么叫回头箭？合着大家都下班了，就留他一个人在这儿加班，这职场霸凌也太明显了。看着雪河离开的背影，带头的女人心里早就打好了算盘，这哪是简单的分工，分明是给他挖好了坑，就等着他往里跳呢。雪河只能一个人去准备，看着眼前这池冒着热气的洗澡水，他还在心里庆幸，还好水温调得刚刚好。雪河一个人守在浴池边，心里乱成了一团。仔细想想，这还是那件事之后他第一次和赤里剑单独碰面。虽然心里直打鼓，但他总不至于一见面就直接动手，要了他的小命吧。就在这时，门外传来了推门声，雪河吓得赶紧躲到屏风后面，连大气都不敢喘。赤里剑不紧不慢地走进来，脚步声在空旷的房间里格外清晰。随着一阵水声响起，他已经坐进了浴池里，隔着一道薄薄的屏风，真正的正戏现在才算正式开始。赤里剑坐在浴池里，突然冷不丁地问了一句：“今天的洗澡水是那个新来的负责吗？”躲在屏风后的雪河赶紧答应，心里七上八下的，生怕自己哪里做的不对，惹这位少主不高兴。结果正主发话了，今天的水温好像比平时要热一些。雪河这下彻底慌了，赶紧问是不是水太烫了，毕竟他是按自己以前的习惯准备的，万一对方不适应，那可就麻烦大了。可没想到赤里剑却淡淡的回了一句：“不，我更喜欢现在的温度。”这下连他自己都觉得奇怪，平时最讨厌规矩被打破，可今天面对这个冒失的侍女，他竟然一点都不觉得烦。看着躲在远处的雪河，赤里剑心里忍不住在想，为什么这个女人总是像防贼一样防着他？这种反常的感觉让他自己都开始捉摸不透了。赤里剑记得很清楚，以前这女人见了他就像见了鬼，连影子都不敢落在他身上。可最近这段时间，他简直像变了个人，一会儿送来开胃的凉面，一会儿又把被子晒得暖烘烘，甚至每次走的时候还会对着他露出那种灿烂的笑脸。赤里剑看着他的笑容，心里正纳闷呢，结果转头就看见他对着天罡也笑得这么甜，这下他心里彻底不是滋味了。合着这种热情并不是给他的特权，而是他对谁都一视同仁。这种莫名的烦躁让他坐不住了，他直接开口叫住了雪河，想当面问个清楚，这女人到底在玩什么把戏？雪河被叫到跟前，小心翼翼地问：“少主找他到底有什么事？”赤里剑坐在水里，语气听起来酸溜溜的。他盯着雪河问：“你刚才到底给了天罡什么？”雪河被这没头没脑的一句话问得当场愣住。给东西？他完全不记得自己给过谁东西。看着赤里剑那副严肃的样子，雪河吓得赶紧摆手解释，说自己绝对没有私下给少主送过任何东西。赤里剑冷哼一声，直接把话挑明了，他说的是天罡。雪河这下更懵了，怎么好端端的又扯到天罡身上去了？雪河这才反应过来，原来少主是在纠结那个饭团。他赶紧解释说，看天罡大人没顾上吃饭，就顺手给了一个。赤里剑听完冷哼一声，语气里全是酸味，他低声念叨着：“你给了天罡，却唯独没给我。”坏了！雪河意识到大事不妙，这可是原著里的死亡信号，只要这位爷开始自言自语，那就意味着有人要倒大霉了。在故事原本的走向里，这种自言自语之后，往往跟着最残酷的惩罚。这下麻烦大了，难道自己也要步那些人的后尘吗？还没等雪河反应过来，赤里剑已经直接逼到了跟前，那种让人窒息的压迫感瞬间将他整个人笼罩。雪河心里只剩下一个念头，难道就为了一个饭团，自己今天就要交代在这儿了？这种死法未免也太憋屈太荒唐了。雪河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拼了命地求饶，只求这位少主能放过自己，只要再忍几个月，一切就都结束了，绝不能就这么死在这里。可赤里剑却觉得莫名其妙，他靠在浴桶里问：“我什么时候说要杀你了？难道外面都在转，我会吃了自己的侍女吗？”雪河吓得赶紧否认，这下真是越描越黑了。雪河这嘴简直跟妈了蜜一样，一边疯狂吹捧赤里剑，一边卑微的求个解释的机会。可看着对方那副看戏的表情，他心里早就开骂了，这家伙分明就是在耍人玩。为了保命，他赶紧把送给天罡的饭团贬低成了不值钱的剩饭，甚至还主动提出要给这位少主亲手做份宵夜。赤里剑笑了笑，这事儿总算是暂时翻篇了。雪河赶紧找个借口开溜，说是要去准备宵夜，总算从那个房间里逃了出来。看着他离开的背影，赤里剑露出一丝笑意，这个女人果然很对他胃口。可走在路上的雪河心里全是怨气，想吃个饭团直说不就行了，非要把人吓个半死吗？雪河一边走一边在心里吐槽，这日子过得真是提心吊胆。原著里可没说这家伙是个吃货，等以后逃出这鬼地方，一定要找奶奶好好诉诉苦。就在这时，身后突然有人叫他的名字，雪河回头一看，竟然是嘉义师姐。对方还神神秘秘的让他别出声。雪河心里直犯嘀咕，平时跟这位师姐根本不熟，大半夜的他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儿？嘉义大半夜跑过来，居然是为了给雪河庆祝他给那位难搞的少主当满了1周的贴身女仆。雪河第一反应却是害怕，担心自己擅离职守会被发现，毕竟赤里剑可不是好惹的。嘉义笑着拉起他的手，表示早就把少主的作息摸透了，洗完澡
就是看书时间，根本没人会注意到他不在。还没等雪河再犹豫，就被强行拽走了。看来这场老员工的聚会，他是躲不掉了。越往林子深处走，雪河心里就越发打鼓，说是要庆祝，可这地方也太偏僻了。就在他怀疑是不是带错路的时候，前面突然传出一个声音，终于肯露面了。雪河定睛一看，原来林子里早就有人在等着了。这阵仗，看来今晚的聚会不简单。雪河这下反应过来了，这哪是什么庆祝聚会，分明就是一场鸿门宴。难怪刚才嘉义说话奇奇怪怪，还没等他站稳，对面的挚爱就先发难了，质问雪河懂不懂规矩。见到前辈，居然连个招呼都不打，气氛瞬间降到了冰点。挚爱这架势，摆明了是要给阁下马威。旁边的人赶紧出来打圆场，让挚爱别把人吓着了。可这明摆着是一个唱红脸，一个唱白脸，今晚这关没那么容易过去了。挚爱笑的那叫一个嚣张，说雪河不过是仗着一张脸，结果还不是被二少主给冷落了。雪河这下全明白了，什么规矩不规矩的，这帮人纯粹就是嫉妒，嫉妒他能当上赤里剑的贴身女仆。挚爱一边说着，一边动手推搡雪河，还拿前辈的身份压人，反诬雪河竟敢对前辈动手。雪河可没打算忍气吞声，直接回怼，是对方先动的手。话音刚落，场面彻底失控，这回是真的要撕破脸了。挚爱这一巴掌来得又快又狠，雪河虽然险险躲过，但心里也火了，对方竟然真的敢直接动手。雪河这下全明白了，难怪要特意把他带到这儿来，在这荒郊野外动手，确实是个毁尸灭迹的好地方。见一击不中，挚爱彻底被激怒了，冷笑着说：“本来只想扇一巴掌就算了，现在非要让你吃点苦头不可。”局面瞬间失控，挚爱的攻势越来越猛，可谁也没想到，雪河竟然露了一手精妙的步伐，连挚爱都看走眼了。嘉义他们还在旁边看笑话，觉得找来个练家子撑腰就能稳稳拿捏雪鹤了。可结果呢？挚爱越打越心惊，这丫头身手灵活的像条泥鳅，竟然连一脚都碰不着。挚爱这下彻底急了，一边发狠猛攻，一边叫嚣着看他能躲多久。可惜他们都看走眼了，雪河可不是什么软柿子。雪河这回是真的不打算忍了，既然对方步步紧逼，那就让他见识一下郭夫人教出来的手段。这一招干净利落，刚才还不可一世的挚爱瞬间就被掀翻在地，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。旁边的嘉义直接吓破了胆，谁能想到平时看着温顺的雪河动起手来竟然这么狠。雪河看着到地不起的挚爱，心里很有分寸，这一下虽然够他受的，但还不至于要了他的命。真是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雪河还没来得及喘口气，林子里竟然又杀出一波伏兵。这帮人动作极快，显然是早就在暗处盯着了。他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人从身后死死勒住。那人猛地拔出短刀，抵住雪河的脖子，大喊：“全都给我让开，否则我现在就杀了他！”局面瞬间反转，谁能想到雪河竟然成了对方手里的人质？雪河这下真是无语了，这绑匪怕不是脑子进水了，抓人质好歹挑个达官显贵，抓他这么个小丫鬟能顶什么用？结果也正如他所料，对面的追兵根本不在乎他的死活，脚步一点没停，反而越逼越近了。绑匪眼看这招没用，手里的刀又往里紧了3分。可就在这命悬一线的时刻，雪河突然察觉到了不对劲。等等，这局面好像跟他想的完全不一样。坏了，这回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冰冷的刀刃已经见了红，鲜血顺着脖梗流了下来，冰冷的剑刃就架在脖子上。雪河这下是真的走投无路了。奶奶，我到底该怎么办？不管是哪位大仙，求求你们救救我！这种绝望让他根本不敢睁开眼。难道今天真的要交代在这了吗？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一道红光破空而来，那个男人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瞬间击飞，惨叫声划破黑夜。雪河死里逃生，看折倒在地上的对手，脑子里全是问号。刚才那一招，难道是传说中的碎玉弹？这可是顶级宗师的绝学，绝不是一般人能使出来的。到底是谁躲在暗处救了他的命？那个救夏雪河的神秘人终于转过身来，所有人都没有想到，出现在这里的竟然会是他。赤里剑，他迈开步子，一步步朝这边走来。这下谁都别想跑了，明明说好去读书，怎么突然出现在这？雪河还没回过神，下巴就被他捏住。他盯着他脖子上的伤，一句话也没说。就在这时，他突然看向身后，红光瞬间爆发。看来有人要倒霉了，这一击要是打实了，那人恐怕会当场没命。难道今天真的要亲眼看他杀人吗？就在这要命的关头，一个声音突然响起，天魔大声喊道：“住手！”赤里剑手里的红光这才慢慢散去，所有人全都跪倒在地，现场一片死寂，没人敢抬头看他一眼。等一下，事情彻底大条了。眼前这个男人身份恐怖的吓人，他可是武林10尊之首，公认的天下第一。这种传说中的大人物怎么会亲自跑到这来？天魔降临，这下真的要变天了。全场所有人齐刷刷跪倒，恭迎天魔大人。这场面光是看着就压迫感十足。宫佩川快步走上前，对着赤里剑恭敬行礼：“二少主，好久不见了。”他看着眼前的年轻人说：“一段时间没见，您真是变得越来越出众了。”赤里剑根本没打算客套，直接点明对方的身份：“鬼魂阁阁主。”这就是宫佩川，魔教的军师，也是鬼魂阁的掌门人。雪河一眼就看出来了，这人看着文质彬彬，像个读书人，完全不像个练武的。就在这时，赤里剑话锋一转，指着地上的人问：“这人到底是谁？这人到底什么来头？值得这么大阵仗去抓？”宫佩川无奈解释：“这家伙是武林盟的间谍，用假身份潜伏了整整5年，前几天才刚露馅。本来想留着他当双面间谍，结果被他察觉，这才闹出这么大动静。”赤里剑听完冷笑一声：“我听说鬼魂阁审查挺严的，怎么还会出这种纰漏？
龚佩川赶紧低头认错，说这是自己这个阁主的失职。但他紧接着话锋一转，反问赤里剑：“二少主大半夜亲自出手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”赤里剑一脸淡然：“我的侍女有危险，我当然要管。”赤里剑理直气壮地直着雪河：“你说谁有危险？不就是我的侍女吗？”他解释说：“刚才听到动静赶过来，正好看到他被那家伙挟持。”雪河在旁边听得一愣一愣的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他居然说是特意来救我的！龚佩川一脸狐疑，为了这么个小丫头，二少主竟然会亲自出马？天魔一直盯着地上的雪河，语气平淡，却让人压力倍增。站起来，看着我的眼睛说话。雪河心里直发毛，真是怕什么来什么，这下真的躲不过去了。他只能硬着头皮站起身，这一抬头，局面彻底变得不可控了。这一抬头，天魔整个人直接定住了。他盯着雪河看了很久，气氛变得非常诡异。他沉声问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雪河不敢隐瞒，低声回答说：“奴婢名叫辛雪河。”听到这个名字，天魔嘴角露出一丝意味深长的笑。姓辛吗？旁边的龚佩川也看出了不对劲，赶紧凑上来打听：“教主，难道这丫头您认识？”天魔收回目光，不认识，只是刚才那一瞬间想起了一个故人。事情总算告一段落，赤里剑是一雪河，该收拾一下回去了。雪河看着他的背影，心里很清楚，要不是这个男人及时出现，自己现在恐怕早就没命了。是不是该正式道个谢？他鼓起勇气开口：“少主，今天真的太谢谢您了，多亏了您我才算安全脱险。”没成想赤里剑听完，却冷不丁回了一句：“你真的明白安全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吗？”这话一出，雪河直接愣在原地，难道刚出狼窝又入虎穴？赤里剑盯着他脖子上的伤口，语气冰冷：“要是那把匕首上有毒，你现在已经是个死人了。”他把雪河拉近了一些，低声说道：“所以我并没能真正保证你的安全。”雪河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搞懵了。其实他身上带着避毒珠，就算真有毒也根本不怕，但这种保命的秘密还是别说出来扫兴了。他赶紧顺着话头道谢：“少主，不管怎么说，要不是您及时出现，我这条命肯定保不住。谢谢您愿意为了我亲自跑这一趟。”赤里剑听完却陷入了沉默，没人知道他此刻到底在想什么。赤里剑的情绪明显不对劲，雪河在一旁直犯嘀咕：他这是在生气吗？还是自己想多了？赤里剑冷冷地吩咐手下动作轻点，在他把情报吐干净之前，绝对不能让他死了。雪河没说话，只是默默看着这一切。这时他发现鬼魂阁主龚佩川还没走，正一个人在那儿处理残局。就在这时，雪河像是发现了什么，突然喊了一声：“等等！”这种感觉太奇怪了。雪河盯着眼前的龚佩川，总觉得这张脸在哪见过，明明今天是头一回碰面，可为什么会有一种莫名的熟悉感？这种违和感简直有点邪门了。昨晚简直就是一场噩梦。雪河现在回想起来，都觉得自己真是命大。先是被前辈找麻烦，接着又被当成人质，差点连命都没了。好不容易被赤里剑救下来，结果又被教主亲自审问。这一天经历的破事比别人一辈子都多。既然昨天已经倒霉到家了，那今天总该太平了吧？真是怕什么来什么。雪河刚想过2天安生日子，天魔竟然就站在他身后。这一下，雪河连头都不敢抬，直接跪在地上行大礼，大声喊着参见教主。天魔却摆摆手说：“以后见面不用这么麻烦，老是跪来跪去的。”他看着都累，看雪河还是一副不敢动的样子，他干脆直接下令让他必须站起来说话。接着他盯着雪河问：“你叫雪河对吧？今年多大了？”这教主大人也是奇怪，放着正事不干，竟然开始查起雪河的户口来了，问他多大年纪，家里还有什么人。雪河心里直犯嘀咕，这种大人物怎么会对自己的家事感兴趣？但他还是老老实实回答，说自己今年17，是奶奶在城外开面馆，一手把他拉扯大的。天魔听完沉默了半晌，接着追问：“你父母到底是怎么走的？”雪河低着头说：“父亲在自己出生前就出事了，母亲生他的时候也没挺过来，所以他这辈子根本就没见过亲生父母。”天魔盯着他，突然问了一个最关键的问题：“你父亲叫什么名字？”雪河想都没想就说：“我父亲的名字叫辛元平。”听到这个名字，天魔整个人都沉默了。他低声念叨着：“果然不是那个人吗？”雪河在一旁听得一头雾水，什么不是那个人？难道这位大人物是在透过自己找谁的影子？还没等他想明白，天魔突然掏出一个钱袋，直接塞到了他手里，让他拿着。这下雪河彻底懵了，这到底是什么意思？谁能想到钱袋里装的竟然不是银子，而是一枚精致的发簪？雪河这下彻底懵了，这种贴身的首饰，教主为什么要送给自己？就在他想开口问个明白时，他又看到了那种眼神，那是藏不住的思念，仿佛他看到的不是雪河，而是另一个失散已久的人。天魔轻声说了句：“谢谢你。”这句没头没脑的道谢，让整件事变得更加扑朔迷离。虽然天魔在看着雪河，但眼神里全是别人的影子，那种深情根本就不是给他的。到底是什么样的人，能让这位杀人不眨眼的教主变得这么感性？盯着雪河看了半天，天魔留下了一句让他怀疑人生的话，他说：“以后我会经常来看你。”说完人就消失了。这下雪河彻底麻了，大清早的，这刺激也太大了，被这种大人物盯上，以后还能有好日子过吗？还没等他缓过劲来，新的麻烦就到了。奶奶正带着一身火气，气势汹汹地冲了过来。奶奶这火气，隔着老远都能感觉到。她风风火火地冲过来，一把揪住雪河，就开始检查，到底是哪个不长眼的垃圾，敢动我最宝贝的孙女，非要把她碎尸万段不可。雪河被这一通操作搞懵了，赶紧问：“奶奶，您是怎么知道我
我受伤的。奶奶没好气地说，还能是谁？就是那个整天泡在面馆里的臭小子。雪禾心里咯噔一下，难道告密的竟然是杨素白？奶奶一边检查伤口一边念叨，说那个整天不着调的臭小子，这次竟然真的考上了。他为了这事耳嘴就没停过，还专门带话说最近要闭关训练，谁也别去打扰他。雪禾听得一头雾水，赶紧问他到底去哪了。奶奶无奈地回了一句，还能是哪儿？他做梦都想进的血影队呗。这下雪禾彻底懵了，那个平时只会偷懒的家伙，竟然真的进了最危险的血影队。不过转念一想，自己可是先来主城工作的，论资历，以后他得管自己叫声前辈了。看雪禾没什么大碍，奶奶总算松了口气，叮嘱了几句，就急匆匆赶回去开店了。奶奶摸着雪禾的头，这眼神简直要把人给暖化了。她轻声念叨着，再有2个月，这苦日子就到头了。奶奶不图什么大富大贵，只要你能平平安安回来，守在身边就行。雪禾一头扎进奶奶怀里，这大概是他在这深宅大院里唯一的依靠了。送走了奶奶，雪禾心里总算有了点底。可接下来的这2个月，真的能像预想中那样平静吗？看着奶奶远去的背影，雪禾心里五味杂陈。在这种地方见到亲人，总觉得有种说不出的滋味。可就在这一瞬间，一个名字突然跳了出来，龚佩川。这个男人到底在哪儿见过？记忆一下子拉回到以前打工的那间面馆。没错，就是他。当时这个戴着斗笠的男人，浑身透着一股杀气，跟简陋的面馆格格不入，所以印象特别深。最让人想不通的是，他当时竟然跟奶奶聊得火热，看起来交情还不浅。奶奶只是个普通的医官，怎么会认识这种危险人物？这么重要的事情，之前竟然忘得死死的。现在仔细回想，当时奶奶和那个男人的氛围确实不太对劲，两人看起来简直就像认识了很久的老相识。难道奶奶真的瞒着自己什么秘密？这事儿要是弄不清楚，心里就像猫抓一样难受。雪禾打定主意，等忙完这2天，一定要找机会跟管事请个假，当面找奶奶问个明白。他推开房门，现在最要紧的是赶紧把手头的工作处理完。本想赶紧回来干活，结果推开门一看，雪禾整个人都傻眼了。屋里坐着的竟然是赤里健。他语气平淡地问：“怎么现在才回来？”雪禾这下彻底懵了，这到底是什么情况？按理说这个时间他不是应该在练武场吗？看着他一步步逼近，这下真的麻烦大了。赤里健这回是动真格的了，他盯着雪禾，开门见山地问：“到底是谁教你武功的？”雪禾只能硬着头皮打哈哈，说自己只是个卑微的下人，哪有机会学什么武功。可赤里健根本不吃这一套，他眼神冰冷地盯着雪禾，又追问了一遍：“你确定自己真的什么都不会？”还没等雪禾反应过来，他突然出手，一把死死扣住了他的手腕。既然嘴硬不肯说实话，那就只能用这种方式来试探真相了。谁能想到，就在赤里健扣住他手腕的一瞬间，一股恐怖的力量竟然从2人接触的地方疯狂涌出，瞬间席卷了全身。这到底是什么能量？怎么会强到这种地步？赤里健这一出手，立刻察觉到了不对劲，这股气息简直强得离谱。雪禾整个人都懵了，什么能量？自己怎么完全没感觉？赤里健语气严肃：“你难道真的不知道自己身体里藏着什么吗？”既然雪禾什么都不知道，赤里健干脆也不解释了，直接宣布从明天开始，每天必须训练4个小时。雪禾还没反应过来，谁会亲自教一个侍女练功呢？他语气平淡，却根本不容拒绝。除了我，还能有谁？本以为是遇到了名师指点，结果第2天，雪禾就发现自己想多了，这哪是训练，这分明是变着花样在折磨人啊！赤里健这回是玩真的，要求雪禾扎马步，还得想象自己像树一样扎根。雪禾心里10000个不服气，我又不是植物，还扎根呢？看着雪禾累得直打晃，天罡实在看不下去了，赶紧过来求情：“少主，今天就到这吧。他最近受了不少苦，再练下去身体真要吃不消了。”结果赤里健冷笑一声：“身体吃不消？”他转头看向天罡：“既然你提到了这件事，那我正好有个问题要问你。”赤里健突然问了一个问题：“普通女人扎马步，你觉得能撑多久？”天罡想了想，回答：“顶多也就15分钟吧。”结果赤里健冷冷地回了一句：“可他现在已经站了整整半个多小时了。”这话一出，雪禾终于反应过来了，这根本不是什么训练，而是赤里健设下的局，故意用这种方式逼他亲口承认自己根本就不是普通人。这下雪禾是真撑不住了，直接瘫坐在地上。赤里健也不打算再绕圈子，当场摊牌：“事到如今，你还要装傻说自己没练过武吗？”眼看实在瞒不住了，雪禾只能小声承认：“其实确实学过那么一点点。”赤里健冷哼一声：“一点点？”雪禾赶紧找补：“是真的，主要是以前练得太差了，根本拿不出手，所以才没敢说。”可看着赤里健那眼神，这个理由他显然一个字都不信。赤里健接下来的话简直像个重磅炸弹：“你体内的这股能量可一点都不简单，散布在经脉里的内力，起码相当于60年的修为。”雪禾彻底愣住了，60年，自己身体里居然藏着整整一个甲子的功力。但赤里健的语气却变得异常严肃：“虽然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内力没有汇聚在丹田，而是散在全身各处，但如果再这么放任下去，这股失控的力量迟早会要了你的命。”天罡忍不住问了一句：“你最近是不是吃了什么灵丹妙药？”雪禾听完直接愣住了，那玩意儿那么贵，自己这种身份哪买得起啊？可赤里健心里却很清楚，这姑娘绝对是误打误撞吃了什么了不得的宝贝，自己却还被蒙在鼓里。现在纠结这些已经没用了，赤里健直接下令让雪禾原地盘腿坐好，又转头吩咐天罡在旁边守好了，接下来的事绝对不能被打扰。还没等雪禾反应过来，一只手已经抵在了他的后背。赤里健要
强行帮他开路，把那些散在全身的内力全部汇聚到丹田里。能不能把这60年的功力化为己用，就看这最后的一搏了。雪河试探着问：“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打通经脉？”赤里剑摇了摇头：“这可比那要高级得多。我们要开的是你的7经8脉，这还只是个开始。只要以后勤加修炼，你甚至可以脱胎换骨，彻底重塑自己的体质。”雪河简直不敢相信，以前只在小说里看过的武林高手，难道自己真的要变成其中一个了？赤里剑眼神一冷：“别分心，集中注意力，我要开始了。”随着他手掌发力，这股足以逆天改命的力量正式灌入雪河体内。赤里剑的手明明很暖和，可传进来的能量却冰冷刺骨，这种感觉甚至让人有些害怕。但就在这一片混沌中，雪河终于看清了那条路。第一关就是督脉的长强穴，这股力量像潮水一样涌了过去，现在已经没有退路了，必须一鼓作气冲过去。随着能量猛然爆发，体内的关恰被瞬间撞开。原本以为会痛苦难忍，结果竟然比想象中顺利得多。既然开了个好头，那就绝对不能停下来，趁着这股劲头，要把剩下的关卡全部拿下。这股能量简直势如破竹，顺着脊椎一路向上猛冲。长强、腰鱼、腰阳关这些原本坚固的关卡，现在就像纸糊的一样被瞬间撞开。紧接着，能量直接锁定了最重要的命门穴。只要冲破这里，雪河的体质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赤里剑在背后全力加持，红色的内力与蓝色的光芒交织在一起，整个房间的气压都低得让人喘不过气。就在这最关键的一刻，局面突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。赤里剑的能量在前面开路，带着雪河的内力直冲督脉，速度快得惊人。可这股力量实在太霸道了，雪河只觉得全身像有无数虫子在爬，那种钻心的疼已经完全超出了他的承受极限。原本以为是脱胎换骨，结果却像是在鬼门关走了一遭。雪河现在头疼的快要炸开，意识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。赤里剑在一旁厉声喝道：“清醒一点！难道你想下半辈子当个废人吗？绝对不行！这种机会这辈子可能就这一次，要是现在认怂，那这辈子就彻底毁了。”他死死撑住最后一口气，心里很清楚，一旦在这里昏过去，那就是走火入魔，谁也救不了他，就差最后一点了，再坚持一下。就在这一刻，脑子里突然嗡的一声，仿佛有什么东西彻底炸开了。原本那种要命的头疼一下子消失的无影无踪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传遍全身的清爽感。这种感觉就像是整个人都脱胎换骨了，而且更惊人的变化还在后面。突破是成功了，可雪河也彻底耗尽了最后一丝力气，脑子里只剩下最后一点模糊的记忆，他整个人直接栽了下去。赤里剑稳地接住了他，旁边的天罡也吓了一跳。这一刻，四周的声音都在远去，他彻底断片了，就像是陷入了一场深不见底的大梦。这一觉睡得很沉，可谁也不知道，等他再次睁开眼，等待他的会是什么。阳光洒进屋子，雪河还没睁眼，就觉得这被窝软得离谱，甚至还有股太阳晒过的香味。这种舒服劲儿让他压根就不想起来。可就在下一秒，他猛地反应过来，不对劲，这地方根本不是他家。雪河环顾四周，脑子里全是问号。他记得自己明明在跟赤里剑练功，怎么练着练着就断片了？还没等他想明白，门外就传来一个冷冰冰的声音：“既然醒了，就赶紧出来吧。”这一嗓子吓得他差点没从床上掉下来。他这才反应过来，这屋里的摆设分明就是赤里剑的房间。完了，这下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看着眼前正淡定喝茶的男人，雪河二话不说，直接跪倒在地大喊：“大人饶命，小人罪该万死！”雪河现在肠子都悔青了，居然敢在少爷的房间里睡大觉，这简直是活腻了。他一边求饶一边喊：“只要能留条小命，怎么罚他都认了。”赤里剑端着茶杯，一脸莫名其妙地看着他，不明白这女人怎么动不动就要求饶。他淡淡地问：“你就这么怕我吗？”“怕？那简直是怕死了。”雪河心里怂得不行，嘴上却还得硬撑着说：“哪能啊，府里的丫鬟都夸您人品好的没话说。”赤里剑放下茶杯，语气里透着一丝玩味：“既然我人品这么好，那你现在这副样子又是做给谁看呢？”这下雪河彻底没词了。赤里剑一眼就看穿了他的心思，他说：“你连正眼都不敢看我，还一直找机会想溜，到底在躲什么？”雪河这下尴尬了，心想自己表现的有这么明显吗？他赶紧开始胡编乱造，说自己只是想尽职尽责，让少爷千万别把今天的事放在心上。他心里还在犯嘀咕，自己到底是哪根筋搭错了，居然敢睡在这儿。可就在这时，赤里剑冷不丁冒出一句：“是我。”这简简单单2个字，直接让雪河僵在原地。雪河整个人都懵了，他不敢相信地问：“您这是什么意思？”赤里剑语气平淡，就像在说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。他说：“你晕倒之后，是我亲自把你抱回来的。”这话一出，雪河感觉天都要塌了。堂堂少爷居然亲自抱他回房。赤里剑看着他那副见鬼的表情，反问道：“怎么，这有什么问题吗？”问题大了去了，谁不知道赤里剑这人有严重的洁癖，平时他的卧室连个活物都不让进，可现在他不仅让人进来了，还是亲自动的手。这男人到底在想什么？难道局面真的要变了？雪河心里直犯嘀咕，像赤里剑这种身份的人，居然会让一个丫鬟留在房里，这要是让看过原著的人知道，估计全都要彻底傻眼了。还没等他想明白，赤里剑突然开口：“现在就开始帮你运行真气吧。”雪河有点没反应过来，这节奏是不是太快了？难道现在就要开始？赤里剑一步步走近，语气低沉地问：“难道你不想看看
昨天的修炼到底有没有结果？一听这话，雪河立刻清醒了。没错，这可是关乎小命的正事，必须得看个清楚。雪河深吸一口气，强迫自己先沉下心来，成败就在此一举了。随着真气开始流转，一股温热的力量唰的一下席卷全身，这种感觉跟以前完全不一样。他猛地睁开眼，简直不敢相信，体内的经脉竟然真的全通了。这哪里是简单的修炼，这简直就是脱胎换骨。看来他真的要变强了。赤里剑开口问他，平白得了60年的内力，现在感觉怎么样？雪河这下算是捡了大便宜，可他心里也犯愁，这么大的人情，以后拿什么还啊？谁知赤里剑根本不在乎，他说人情就不用还了，以后你就跟着我继续修炼。雪河有点没反应过来，还要练？赤里剑语气严肃，你现在空有一身内力，却根本不会招式，如果不学点真本事，这60年功力就全浪费了。他最后交代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只需要专心做饭。赤里剑这次真是大手笔，为了让雪河能专心修炼，他竟然特意多招了几个丫鬟，把雪河手里的活全给免了。雪河心里直犯嘀咕，自己明明只是个小丫鬟，他费这么大劲，到底想把自己培养成什么人？难道是想让他当贴身保镖？还没等他琢磨出个所以然，门外突然传来通报声，说是大少爷已经到了。雪河心里咯噔一下，这大少爷早不来晚不来，偏偏这时候出现。赤里剑头也不回，冷冷的回了一句，让他进来。雪河一眼就认出来了，来的人正是大少爷赤灰白。这男人可不是什么省油的灯，他这时候突然找上门，准没好事。就在这时，赤灰白已经大步流星的走了进来，那一身华丽的装扮简直晃得人睁不开眼。他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，一开口竟然亲昵的喊了一声我亲爱的弟弟。可谁都听得出来，这笑声背后藏着让人脊背发凉的寒意。赤灰白这一来，气氛瞬间就变了，嘴上说着客套话，心里指不定在打什么算盘。他直接坐下，话里带刺，怪弟弟从来不去看他。就在这时，他突然转过头，目光死死盯住了雪河。这下麻烦了，他居然对雪河产生了兴趣，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。赤灰白这眼神简直要把雪河看穿了。他阴阳怪气的开口，难怪弟弟最近这么老实，原来是换了口味。雪河整个人都懵了，自己连话都没跟他说过，这人到底在发什么疯？赤灰白一边慢悠悠的喝茶，一边变本加厉，甚至当众放狠话，说要是自己先看上雪河，现在人早就在他手里了。这话一出，赤里剑终于坐不住了，他冷着脸打断，问大哥到底在胡说些什么？赤灰白越说越过分，居然当众调戏起雪河来。他说在自己面前没必要装什么清纯，在他眼里，男人看上喜欢的女人，直接带走就是天经地义，根本不需要讲什么道理。他甚至凑到雪河跟前，恬不知耻的发出了邀请，问他今晚要不要去他房里。雪河这下彻底听明白了，见过不要脸的，没见过这么厚颜无耻的，这哪里是什么大少爷，简直就是个人渣中的战斗机，简直恶心到了极点。赤里剑这回可不惯着他，直接冷冷的回怼过去，说大哥这嘴还是跟以前一样臭，既然到了别人的地盘，就请放尊重点。这话还没完，他又接着补了一刀，说大哥这些话听得他耳朵都要烂了，简直让人恶心到了极点。赤灰白哪受过这种气，当场就彻底破防了。他猛地掀翻椅子站起来，指着弟弟的鼻子就开始破口大骂。这兄弟俩看来是要彻底撕破脸了。赤灰白这下彻底被激怒了，他猛地揪住赤里剑的衣领，质问弟弟怎么敢这么跟他说话。他反而笑得更阴险了，觉得弟弟这么反常，肯定是因为害怕自己抢走雪河。既然这样，他干脆把话挑明了，今天这人他非带走不可。面对这种明目张胆的挑衅，赤里剑连眼皮都没抬一下，只是语气冰冷地回了一句，想要带走他，那就跟我决斗吧，赢了的人才有资格带他走。这话一出，全场的气氛瞬间降到了冰点。听到决斗这2个字，赤灰白不仅没再怕的，反而笑得更狂了。他觉得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，死死盯着眼前的弟弟，语气里全是嘲讽。他说只要你真有那个胆子，我随时奉陪。赤灰白揪住赤里剑的衣领，挑衅地说只要你有这个胆量，你这家伙。赤灰白冷哼一声，手上的力道完全没有松开，这下局面是真的要失控了。看着赤灰白走远，赤里剑冷哼一声，真是个没教养的混蛋。雪河站在原地，刚才要是没人拦着，后果简直不堪设想。他犹豫着上前，那个刚才谢谢你。谁知道他根本不领情，语气冷到了极点，你竟然敢！赤里剑语气冰冷，竟敢打我东西的主意。雪河整个人都懵了，他说的这个东西难道是指我吗？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赤里剑突然改了主意，原本打算明天再继续练功。雪河小声试探，少爷。结果他头也不回，不行，现在就开始。赤里剑丢下一句话，我在练功场等你，立刻换衣服滚过来。雪河这下彻底没戏了，只能小声答应，心里全是委屈。躲在门外的天罡把这一切听得清清楚楚，忍不住感叹，这下真的惨了。到了第2天，雪河才猛地反应过来，自己当初怎么就没预料到事情会变成这样。雪河还没站稳，就被一群人围住了，大家七嘴八舌地问到底发生什么事了。流言传得比风还快，整个府里肯定全转开了。这群丫鬟越说越离谱，你真的在店里过夜了？二少爷真的选你当他的女人了？雪河急得直摆手，根本不是你们想的那样。可等安静下来，他心里却空落落的，像他那样的人怎么可能看上我这种小丫鬟？这全是误会。雪河拼命想解释，可大家根本不信。他承认自己确实在大殿待了一整晚，这下捅了马蜂窝，大家纷纷起哄。你看，你果然在那过夜了。雪河赶紧纠正，我是熬了一宿，可没说在那睡觉。大家一脸坏笑，这有区别吗？没区别的话，你待在那干嘛？
眼看解释不清了，雪禾只能压低声音说出真相，其实是二少爷生病了。这话一出，所有人都傻眼了。平时赤里健最讲礼貌，每次雪禾干完活，他都会温柔的打个招呼，可这次他却反常的沉默了。雪禾觉得不对劲，赶紧跑过去查看，结果这一看可把他吓了一跳，赤里健整个人烫得厉害，显然是烧糊涂了。看着平时高冷的他，现在虚弱的躺在那喊热，这画面一描述出来，全场的丫鬟都听疯了。雪禾这瞎话编得一套一套的，说二少爷突然病倒，他请了医生守了一整夜，反正这种事也没人会去核实。结果挚爱突然现身，盯着他的眼睛问：“你确定说的全是真话？”雪禾只能硬着头皮点头，可他心里清楚，光靠这几句根本糊弄不过去，看来必须得放个大招了。为了撇清和赤里健的关系，雪禾直接放了个大招，他信誓旦旦地表示自己早就有心上人了。听说那哥们儿刚进了血影队，以后有机会介绍给你们。这一下，全场的八卦之魂都被点燃了，只有雪禾心里在道歉：“杨素白，对不住了，先拿你当个挡箭牌。”他本以为这事儿就算翻篇了，结果一转头，连路过的邻居都知道他谈恋爱了。这下麻烦了，流言彻底传开了。这下全府上下都传开了。苏旭特意跑来打听，雪禾是不是真的要辞职去澄清。大家连婚期都帮他定好了，还说那男的进了血影队，简直是前途无量，让雪禾一定要抓紧了。雪禾现在是哑巴吃黄连，一个谎言果然要用无数个谎言来圆，他只能安慰自己，再忍2个月，等离开这儿就解脱了。可就在这时，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了，杨素白竟然就在不远处，真是怕什么来什么。雪禾刚拿杨素白当挡箭牌，结果本人居然真的现身了，还隔着老远就开始大喊大叫。雪禾整个人都懵了，问他怎么会突然跑来这里，明明在面馆见个面就行了，非要搞得这么大动静。结果这哥们儿更离谱，直接张开双臂就扑了过来，那架势生怕别人不知道他就是那个心上人。这下好了，原本只是想编个瞎话，现在全府上下都得当真了。面对杨素白的热情扑救，雪禾的身体比脑子反应还快，一个过肩摔，直接把人放倒了。他赶紧道歉说这是条件反射，结果杨素白这脑回路也是没谁了，他居然觉得这是雪禾害羞的表现，还一脸深情地说没想到你对我感情这么深。雪禾整个人都听傻了，怀疑是不是刚才下手太重，直接把这哥们儿的脑子打坏了。还没等他想好怎么解释，杨素白居然原地求婚，说既然你这么急着嫁给我，那咱们现在就成亲。雪禾这下是真的傻眼了，他怎么也没想到杨素白竟然把那句玩笑话当真了。看着对方那副认真的样子，雪禾心里全是罪恶感，觉得自己为了脱身，实在是把人家坑得太惨了。他正打算把真相说清楚，告诉杨素白这只是个借口，让他别再继续误会下去。可话还没说完，气氛突然就变了，赤里健竟然在这个时候出现了。这下局面彻底失控了，谁也不知道他听到了多少，更不知道他到底想干什么。完了，最不该听见的人还是听见了。赤里健就这么突然出现，语气冰冷地问了一句：“到底要跟谁成亲？”赤里健这一露面，全场的气氛瞬间就不对了。雪禾心里完全没底，难道自己又闯祸了？连杨素白都支支吾吾说不出话，这下麻烦真的大了。杨素白赶紧上前行礼，本想在少主面前留个好印象，可赤里健根本不吃这一套，直接就开始查户口，甚至当场变脸质问为什么要私下找他的侍女。这下赤里健明显是护短了，杨素白被吓得半天憋不出一句话。雪禾现在只想赶紧把人打发走，他说这全是误会，求着杨素白先离开。好在对方还算够义气，笑着答应回头再聊。看着这尊大佛终于走了，雪禾感觉头上的定时炸弹总算拆掉了。结果一回头，赤里健正冷着脸在后面盯着呢。他开口就问刚才那架势是不是在求婚，甚至直接问雪禾是不是想嫁给对方。这下雪禾彻底傻眼了，这误会怕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雪禾这下只能老实交代了，他说这事儿解释起来挺费劲，原来为了压住那些风言风语，他干脆编了个假男友出来，本以为能瞒天过海，谁知道大家根本不信，他只好把好哥们杨素白也给拽了进来。结果这下玩脱了，杨素白居然当了真，还大老远跑来找他。赤里健听完语气酸溜溜的，最后死盯着他问你俩之间真的什么都没有？雪禾赶紧撇清关系，说他和杨素白只是青梅竹马，两人就像家人一样。赤里健却冷不丁冒出一句可外面都传你们要结婚了，既然只是传闻，为什么要特意撒谎来掩盖？雪禾无奈的解释，这全是为了保住少主的名声，也是为了自己能保命。结果赤里健一听这话，表情立刻严肃起来，他问是不是有人想要你的命？雪禾一看赤里健想歪了，赶紧解释说保命的意思是怕被别的侍女嫉妒，毕竟大家都在为少主争风吃醋。他越说越卑微，甚至说像自己这种小身份能帮少主舒心就是最大的福气。其实他心里想的全是我真的好想活下去啊，要是再解释不清楚，估计少主一抬手，自己这颗脑袋就保不住了。赤里健听完一言不发，这沉默让气氛变得更吓人了。赤里健一眼就看穿了他，他说只有在别人真生气的时候才需要这样低声下气的讨好。雪禾只能尴尬的承认确实是这么回事，可谁知道赤里健话锋一转，说他刚才压根就没生气，所以雪禾忙活了半天全是在做无用功。这下雪禾彻底懵了，合着自己刚才那些卑微的表演全都是自作多情。
赤里健还是不放心，非要确认他和杨素白的关系。雪河赶紧解释说，两人好到经常互相蹭饭，就是那种最铁的哥们儿。他心里还在犯嘀咕，少主刚才那话到底什么意思？难道他真的一点都不在乎那些关于侍女的传闻吗？结果赤里健突然话锋一转，问他奶奶是个什么样的人。这下雪河彻底懵了，自己明明从来没提过奶奶，他是怎么知道的？他只能硬着头皮说，奶奶只是个普通老太太。赤里健一听说奶奶开了面馆，竟然来了兴致，甚至还想亲自去尝尝味道。雪河这下彻底慌了，他赶紧找借口想把这事儿拦下来，直说那地方又破又旧，根本配不上少主的身份。为了不让赤里健亲自登门，他还保证自己学会了手艺，回头专门做给他吃。谁知道话音刚落，天魔竟然也凑了过来，他也想知道那个最好吃的地方到底在哪儿。谁能想到，竟然还有人想来凑这个热闹。天魔一开口就说，他也想尝尝那碗面的味道。雪河看清来人后，赶紧恭敬的行礼。赤里健也有些意外，他直接开口询问，父亲，您怎么亲自过来了？这下局面彻底变了，连这位教主都被惊动了。雪河现在的压力恐怕已经到了极限。天魔一眼就看出了端倪，他问赤里健，是不是他帮雪河理顺了体内的气息？得到肯定的答复后，天魔难得露出了赞许的意思。原来雪河身体的情况，这位教主早就看穿了。雪河还没来得及松口气，赤里健就开始汇报接下来的计划，不仅已经教了身法和剑法，明天还要教更厉害的招式。看着这父子俩一唱一和，雪河心里直发虚，这魔鬼训练的进度是不是有点太快了？天魔突然抛出一个重磅炸弹，他竟然问雪河想不想跟他学武功。雪河整个人都愣住了，他一个身份卑微的侍女，哪有资格让教主亲自指点？可天魔却不以为意，直说这种机会可遇不可求，甚至还大方的表示，只要雪河开口，任何武功都可以随便挑。这下雪河心里更没底了，这种天上掉馅饼的好事，背后到底藏着什么目的？难道自己真有这种天赋吗？本来想一直低调下去，但现在机会摆在面前，谁能拒绝成为高手的诱惑呢？其实雪河心里早就盯上了一门绝学，既然教主都发话了，那还客气什么？他终于下定了决心，大声说出了自己的愿望，我想学那种能保命的最强轻功。听到这个离谱的要求，天魔直接笑出了声，这胆子也是没谁了。他一边打量着雪河，一边念叨着，既然要学，那就要挑个厉害的，到底哪一招才最适合这小姑娘呢？天魔最后点了点头，看来他心里已经有了主意，这招绝对够劲。他可没耐心慢慢磨蹭，直接把雪河带到院子里，冷冷地丢下一句，我只演示一遍，能不能学会就看你自己了。天魔凤翼功，当这个名字从他口中说出，雪河彻底愣住了，这可是传说中的神功，他居然真的打算教给自己。雪河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这招天魔凤翼功竟然是当年魔后独创的绝学。那位传说中的大人物，曾在魔教最混乱的时候一身救局，最后却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，成了无人能及的神话。现在这份失传已久的传承居然落到了雪河手里，他感觉自己简直是在做梦。天魔可没心思让他继续发呆，他沉声提醒道，轻功的根本就在于让身体彻底摆脱重量，看好了，第一式凤翼天翔。天魔揭开了这套神功的秘诀，核心就在3个字，淡柔和。他一边传授口诀，一边引导雪河运行内力，只要让气息在体内转一个大圆，再猛地灌注到脚底的涌泉穴，奇迹发生了。雪河发现这招练起来竟然出奇的顺手，难道是这段时间的苦练终于让他开了窍？他越跳越轻快，甚至觉得这神功练起来还挺好玩。可就在他玩得正嗨的时候，身体却突然传来了一种意想不到的异样感。谁能想到这招的威力竟然这么离谱？雪河整个人直接原地起飞，瞬间就被送上了云端。等他回过神来，脚下的城市已经变成了缩影，他忍不住大喊，等一下，这也太高了吧！好不容易稳住身形落回地面，还没等他彻底缓过劲来，天魔就一脸淡定地问，感觉怎么样？第一次飞上天的感觉让雪河彻底着了迷，这就是他梦寐以求的本事。他大声宣布自己一定要把这招练到家，变成真正属于自己的绝活。天魔看着他，语气里满是赞赏，凭你的天赋，这当然不是难事。既然已经练过手了，他话锋一转，想不想去挑战一下后山？雪河愣住了，真的可以吗？天魔笑了笑，学了本事不就是拿来用的吗？就在这时，一个声音突然插了进来，既然这样，那就由我来护送他吧。赤里健缓缓走上前，语气不容置疑。天魔听完总算松了口气，有你跟着，我确实能放心不少。可雪河整个人都懵了，什么叫我们要一起走？他试探着问了一句，少爷，你真的要陪我一起去？赤里健一脸淡定，不然呢？难道还要我父亲亲自陪你走一趟？话虽然是这么说，可雪河心里却在暗暗叫苦。本来还想着能一个人自由自在的出发，这下倒好，身边多了个惹不起的大麻烦。交代完最后几句，天魔也准备离开了。雪河赶紧大声回应，保证自己一定会勤加练习。看着少女充满活力的样子，他独自走在月色下，忍不住感叹了一句，年轻真好啊。可紧接着，雪河的身影似乎戳中了他的心事，让他想起了一个很久没提过的人。那孩子在他这个年纪简直一模一样，如果当年的意外没有发生，如果那个孩子还活着，现在应该也和他差不多大了吧。宫佩川突然问了一个非常扎心的问题，大人，你后悔吗？天魔轻笑一声，这种感觉谁又能说得清是不是后悔？但他心里很清楚，就算时光倒流，回到那个决定命运的时刻，他还是会做出同样的选择。毕竟人就是这样，一旦动了感情，就会变成无可救药的傻瓜。
宫佩川低声叫了一句大人，却不知道天魔在想什么。他比谁都明白，这个选择就像是一道勒在脖子上的绳索，让他这辈子都无法解脱。就在这时，远处传来一声惊呼，打破了这份沉重的思绪。简直不敢相信，以前只能在小说里看到的轻功，现在竟然真的发生在了自己身上。雪河在林间飞速穿梭，这种感觉真的跟做梦一样。可兴奋之余，一个巨大的谜团浮上心头，这整整60年的内力到底是怎么跑进自己身体里的？他想破脑袋也记不起任何相关的片段。难道说这一切都是奶奶做的？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要把自己的身体变成现在这样？不对，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，这可是整整60年的功力啊！把这么多内力传给别人，真的有这么容易吗？在所有人眼里，辛晴奶奶只是个开面馆的普通人，顶多也就懂一点点武功。可现在看来，她的身份绝对没那么简单。雪河正想得出神，脚下突然踩了个空，坏了！他整个人直接从半空中栽了下去，这下彻底玩砸了。真是个大笨蛋，明明还是个菜鸟，竟然在这种时候分心，这下注意力全散了。奶奶，这下麻烦大了！雪河整个人彻底失控，必须得赶紧停下来，不然真的要出人命了。可速度实在太快，他发现自己根本控制不住，眼看地面就在眼前，躲已经来不及了。就在这最绝望的时刻，他大声喊出了那个名字：赤里剑。就在这最要命的时候，他真的来了。这一爆让雪河彻底愣在原地，他怎么也没想到，在自己最狼狈的时刻，救下他的竟然会是他。这下气氛变得有点微妙了。赤里剑低声问：“你没受伤吧？”雪河这下彻底愣住了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自己居然真的被他公主抱了。刚才看着还挺浪漫，结果他一反应过来，整个人当场就炸毛了。赤里剑这下像是急疯了，连声追问到底是伤了腿还是伤了手。雪河赶紧解释说自己真没事，只是被这突如其来的关心给吓着了，甚至还想求他先把自己放下来。结果这位少主根本不听，反而把手握得更紧了，不容分说就要带他去医馆。这下雪河彻底慌了，救命！真的不用搞这么大阵仗啊！大半夜的，医馆的门直接被撞开了，谁能想到赤里剑居然亲自抱着雪河闯了进来？大家这下彻底懵了，有什么急事派人传话就行，二少爷怎么还亲自把人抱过来了？赤里剑根本没心思废话，开口就要找神医。雪河在一旁满脸无奈，这下真是想低调都难了。结果就在这时，屋里又传出一个声音，表静阳这一开口，语气居然这么随便，雪河在旁边都看愣了，这可是天魔之子，他怎么敢这么没大没小的？结果更绝的还在后面，赤里剑不仅没生气，反而恭恭敬敬喊了一声舅舅。这下雪河彻底反应过来了，原来赤里剑的母亲竟然出身于大名鼎鼎的独门世家，难怪那些下毒暗杀对他都没用，合着人家这后台那是真正的百毒不侵。赤里剑一进门就急得不行，非说雪河受了严重的内伤，雪河在一旁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，这下真是丢死人了。表静阳听完原因更无语了，合着就是从树上掉下来了，他连脉都懒得切，直接说这丫头好得很。这话一出，赤里剑当场就炸毛了，指着雪河脸上的灰大喊大叫，非说他现在疼得厉害。雪河在心里疯狂呐喊，我真的没说我疼啊。结果表静阳突然愣住了，他盯着雪河问，你刚才说他叫什么？表静阳盯着雪河看了半天，突然问他是不是那个新来的贴身侍女。雪河老老实实应了一声，结果表静阳笑得意味深长，说他早就听说过这丫头了，只是没想到竟然会在这种情况下见面。看来雪河的名声在赤里剑的长辈圈子里早就传开了。表静阳这下总算震惊起来，指了指旁边的床位，让赤里剑先把人放下。刚才还不可一世的二少爷，这会儿倒是乖乖听话，一句话都不敢多说。表静阳拿出了压箱底的宝贝，这药膏可不简单，不管多重的伤，只要1天就能彻底痊愈，这可是他的得意之作。看他那副自豪的样子，雪河整个人都听傻了。表静阳甚至还要亲自给他上药，雪河哪敢让长辈动手，赶紧推辞说自己身份卑微。结果表静阳接下来的话明显是话里有话，他说不想让那个人伤心。雪河这下彻底懵了，明明受伤的是自己，到底谁会跟着难过啊？看看旁边赤里剑那眼神，答案已经写在脸上了。就在表静阳准备动手上药的时候，赤里剑突然冲了过来，二话不说，直接把药瓶给截糊了。这下把表静阳气得不轻，刚想发火问他要干什么，结果赤里剑理都不理，转头就把药塞到了雪河手里。他冷冷地丢下一句：“让你自己涂。”雪河整个人都愣住了，完全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。表静阳还在那自作聪明，觉得赤里剑是嫌弃雪河身份低，不配让他这个首席医师亲自动手。可看赤里剑这副样子，他哪是嫌弃啊，分明是心里那点占有欲又开始莫名其妙的作祟了。表静阳一边走一边摇头吐槽，现在的年轻人真是不懂事。不过他出手倒是挺大方，直接把整罐神药都留下了。赤里剑在旁边也没客气，还顺嘴回怼了一句。表静阳临走前特意交代，要是之后还有哪里不舒服，尽管去医署找他。雪河捧着这罐宝贝药膏，心里美滋滋的。他发现这份差事好像也不赖，就因为是赤里剑的贴身侍女，竟然能享受到这种特殊待遇。他甚至觉得今天真是个走运的日子。可谁能想到，夜深人静的时候，苏旭突然发出了一声尖叫，他盯着雪河的脸问是怎么回事。雪河赶紧打马虎眼，说自己只是爬树不小心摔了一跤。他盯着雪河的脸问是怎么回事。雪河赶紧打马虎眼，说自己只是爬树不小心摔了一跤。为了转移话题，雪河发现苏旭今天穿得特别漂亮，原来是他爸妈来了，整整5年没见，老两口大老远跑来一趟真不容易。
雪河顺口问了一句：“他们进城逛得开心吗？”结果苏旭的反应让气氛瞬间降到了冰点。苏旭一脸不可思议的反问：“普通人怎么可能进得来这种地方？”雪河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还问能不能拿个准入证什么的。苏旭这下彻底无语了，问他是不是把规矩全忘了？看来这府里的水比雪河想的要深得多。苏旭的话像一盆冷水，让雪河彻底清醒了。原来这府里的规矩是铁律，普通人根本不可能踏进半步。可雪河越听越觉得不对劲，如果这里真的守卫森严，那当年奶奶是怎么进来的？而且还不止一次，奶奶整整进来看了他2回，这在苏旭口中简直就是不可能发生的事。雪河越想越觉得邪门，从那些莫名其妙的神药到奶奶当年的来访，这一切都太不正常了。看来自己身上藏着一个连他都不知道的巨大秘密。现在这件事成了雪河心里最大的谜团。如果连苏旭的父母都进不来，那他凭什么能在这里来去自如，甚至还能带进来那些稀有的神药？天总算亮了，雪河这一觉睡得挺沉，试了试运气呼吸法，整个人总算缓过劲来。他轻声说：“这药膏的效果确实有点东西。”雪河简直不敢相信，睡了一觉，身上的伤竟然全好了。本来还想接着练功，可一想起赤里剑那张脸，他心里就开始打鼓。万一哪句话说错，后果根本不敢想。算了，还是先老老实实待着，得赶紧想办法逃出这里。雪河本以为能躲一阵子，结果刚一出门就撞见了最不想见的人。天魔坐在那儿，像是已经等了很久，开口第一句就让人后背发凉。大清早的，这位天魔大人怎么亲自来了？雪河赶紧行礼，心里却在不停打鼓。天魔盯着他看，嘴上说着关心伤势的话，语气却听不出半点温度。雪河吓得赶紧认错，说是自己没用才受了伤，只求对方能放过这一回。谁能想到天魔这次居然没发火，反而把矛头直接对准了旁边的赤里剑。天魔冷声质问：“我信任你才让你跟着他，结果你就这点本事吗？”这下雪河彻底懵了，事情的发展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料。赤里剑只能低头认错，一句话也不敢反驳。雪河在一旁看得直发愣，明明是自己闯了祸，怎么天魔却对着赤里剑一顿臭骂？更奇怪的是，赤里剑居然还道歉道得挺顺手，这局面真是让人看不懂。天魔越说越火大，觉得赤里剑根本照顾不好人，犯过一次错就肯定会有第2次。赤里剑还想再保证一下，结果天魔根本不听，直接当众宣布：“这样下去不行，我必须把雪河带去摩天阁。”这句话一出，雪河整个人都傻了。去哪儿？摩天阁？那地方可不是随便能进的。他怎么也没想到天魔居然要玩真的。就在这时，赤里剑猛地一拍桌子，当场就炸了。他大声吼道：“这绝对不行！雪河是我的侍女，当着长辈的面，他居然敢直接翻脸！”这下局面彻底僵住了。赤里剑这次是真豁出去了，他直接跟亲爹硬刚，说就算你是父亲，也不能这么不讲道理。雪河在旁边看得直叫好，心里疯狂给赤里剑点赞，这波反抗确实够爷们。可转念一想，雪河又开始犯愁了。虽然他想离赤里剑远点，但摩天阁那地方绝对是个火坑。听说只要进去了，这辈子都别想再出来，那他的退休养老计划岂不是彻底泡汤了？眼看儿子敢当众顶撞自己，天魔彻底被激怒了。身为天魔的威压瞬间爆发，他冷声质问：“你这是要公然违抗命令吗？”面对父亲的怒火，赤里剑一步都没有退让，他语气坚定地说：“要罚就罚，但我绝不改主意。”赤里剑还在死撑，说无论如何都不能带走雪河。这下彻底把天魔给惹毛了。天魔冷笑着反问：“你知不知道违抗我的命令到底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？”眼看父子俩就要当场翻脸，就在这节骨眼上，雪河突然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他大声哀求赤里剑收回成命，说家里还有个生重病的奶奶，离了他的照顾根本活不下去。要是真去了摩天阁，这辈子恐怕就再也见不到亲人了。这招苦肉计一出，全场瞬间安静了。雪河继续在天魔面前演戏，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，求对方能体谅自己的难处。天魔沉默了半晌，开口问道：“你奶奶真的病得那么重吗？”雪河赶紧顺杆爬，说：“奶奶最近身体确实不行了，家里根本离不开人。”听完这些，天魔无奈地叹了口气，说：“既然这样，那我也不能强人所难了。本来还想把你留在身边照顾的。”雪河表面上感激涕零，嘴上说着谢谢您的厚爱，心里其实早就乐开了花。谁能想到这招生病奶奶的借口居然百试百灵，这下总算保住小命了。这场闹剧总算要收场了。天魔临走前特意交代，让赤里剑把雪河看好了。赤里剑这回态度很端正，保证绝对不会再出差错。看来刚才那顿训没白挨。天魔临走还跟雪河打招呼，说下次有机会再见。雪河赶紧客客气气的送客，心里只求这辈子都别再见了。等院子里只剩下自己人，雪河这才彻底松了口气。刚才那场面简直是死里逃生，他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离谱。就因为练功时一个小失误，竟然能闹出这么多幺蛾子，这蝴蝶效应也太可怕了。大人物们前脚刚走，赤里剑就开始不对劲了。他一言不发地盯着雪河看，雪河被看得莫名其妙，这位少爷又在闹哪出？干嘛用这种眼神盯着自己？结果赤里剑突然开口：“明天一早我们要动身去四川。”雪河这下彻底懵了，这消息简直是平地起惊雷，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。赤里剑根本不给他反应的时间，冷冷地丢下一句：“赶紧去准备。”这说走就走的计划背后到底在打什么算盘？为了不去四川，雪河昨晚想破了脑袋，结果愣是没找出一个像样的借口。本来还想装个病，可平时练功练得太勤快，这身体壮得连装病都没人信。
这下彻底没辙了，只能硬着头皮出发。这一趟怕是躲不过去了。这下算是彻底跟赤里剑绑在一起了。虽然天气好的不像话，可雪禾心里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。明明在原著的剧情里，赤里剑去四川是秘密行动，身边应该只带了天罡一个人才对。可现在情况完全乱套了，本该隐秘的行程，怎么偏偏把自己也给卷进去了？雪禾觉得，虽然多他一个丫鬟，应该不至于让原著剧情大变样，可这种因为自己而产生的变数，还是让他心里直打鼓。就在这时，耳边突然传来了熟悉的声音。天罡笑着打招呼说：“雪禾，你今天起的可真够早的。”天罡还是老样子，一见面就笑呵呵地问：“昨晚睡得怎么样？”雪禾看见他心里就踏实不少。至于旁边的赤里剑，天天低头不见抬头见的，倒也慢慢习惯他那张冷脸了，简单打过招呼。赤里剑一开口就是正事，他冷冷地问：“东西都准备好了吗？”雪禾被这气场压得有点心虚，赶紧回答说：“当然准备好了。”为了这次出门，雪禾简直是操碎了心，从换洗衣物到洗漱工具，甚至连赤里剑用的被褥都带上了。考虑到这位主子是个大胃王，他还特意塞满了肉干和饭团。结果这行李重得像是在搬家。看着这夸张的巨大包袱，赤里剑沉默了半天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天罡看那包袱实在太沉，主动提出要帮雪禾搭把手。雪禾一开始还挺不好意思，觉得让天罡干这种粗活实在是太失礼了。可天罡一句话就让他没词了。他说这次去四川德用轻功，背着这么重的东西，你肯定会掉队的。赤里剑也在旁边点头，表示这确实是个大问题。一听说自己要拖后腿，雪禾这下秒怂，赶紧把包袱递了过去。既然是为了正事，那还是麻烦天罡大哥了。天罡二话不说，直接把重活儿全揽了过去。赤里剑一声令下，这趟远门总算是正式开拔。雪禾跟在后头，心里开始盘算起来。这趟去四川路途遥远，少说也得折腾1-2个月。要是这么算的话，等这趟差事办完回来，他的契约期恐怕也就彻底到头了。这趟远门回来之后，他的身份可能要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谁能想到，雪禾竟然在不知不觉中对他产生了一种说不清的情绪。这趟四川之行，更像是他和赤里剑最后的告别。毕竟契约一到期，两人就再也没关系了。天色很快就暗了下来，荒郊野岭的，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。赤里剑停下脚步说：“看来今晚咱们只能在这儿露宿了。”赤里剑低声问：“这应该是你第一次在野外过夜，能行吗？”雪禾赶紧表态：“当然没问题，请少爷千万别担心我。”话是这么说，但这深山老林里连个月光都没有，确实阴森森的，感觉随时都会有怪物蹦出来。不过转念一想，身边的赤里剑可比什么野兽怪物要恐怖多了。身边坐着这么一位大魔头，周围那些风吹草动反而显得根本不算什么。这大概就是所谓的以毒攻毒吧。行吧，虽然比不上教里的条件，但在荒郊野岭能有这待遇，已经算相当不错了。头顶有大树遮风挡雨，身下是软和的草地垫子，再加上这套高级被褥，简直就是野外的5星级酒店。雪禾对自己这番安排那是相当满意。既然是给自己睡的，也就没必要太讲究，随便找个空地，把铺盖卷往地上一扔，今晚就算有着落了。第一次在星空下露宿，雪禾心里还有点小激动，感觉这氛围确实不错。可还没等他坐稳，赤里剑就冷不丁出现在身后，盯着地上的铺盖问：“这就是我今晚睡觉的地方？”雪禾吓得赶紧摆手说：“这哪能啊，给您准备的好地方在另一边呢。”结果这位大少爷根本不听，直接往地上一躺，淡淡的说了一句：“我就相中这块地儿了。”这下轮到雪禾傻眼了，忙活了半天，合着是给这位爷做嫁衣了。赤里剑随手一指，让雪禾去睡那个更高级的铺盖。这下雪禾彻底看不懂了，明明那边条件好得多，这位大少爷到底在想什么？就在这时，赤里剑突然感叹了一句：“今晚的星星真多。”雪禾顺着他的目光看去，整片星空灿烂的让人移不开眼。这种安静的时刻还真是头一次见，这满天的星光美得简直不真实，就像整个人都掉进星堆里了。可就在雪禾陶醉的时候，他突然停住了动作，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。这种如芒在背的感觉绝对不是错觉，确实有人在盯着他看。雪禾下意识回过头，却发现赤里剑虽然躺在那，但那道冰冷的视线正死锁在自己身上。他就这么静静地躺在星光下，眼神里藏着说不清的情绪，让人完全捉摸不透。雪禾一时间愣在原地，脑子里一片空白，这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刚才那一幕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雪禾现在翻来覆去，满脑子都是赤里剑的眼神，明明应该避开的，结果两个人就这么对视了半天，越想越觉得不对劲，这完全超出了计划。更离谱的是，他居然主动把被褥让了出来。在原本的故事里，这个男人根本不是这种体贴的人。现在的剧情跟记忆里的原著完全对不上号，局面好像彻底失控了。难道剧情真的变了？连赤里剑的性格都跟原著完全对不上号。谁能想到这一路紧赶慢赶，居然只用了半个月就到了四川。看着眼前这热闹的景象，简直不敢相信，这一趟不仅路赶得快，雪禾的修为也跟着突飞猛进。现在的他已经完全脱胎换骨了。赤里剑低声提议，先找个地方落脚，毕竟这一路风尘仆仆，接下来的麻烦恐怕还在后头。说是要找地方落脚，可看看现在这副灰头土脸的样子，雪禾心里直打鼓。就这模样，哪家客栈敢开门做生意？天罡道是半点不愁，笑着说包在他身上，肯定能找个好地方，让大家彻底开开眼界。等真的进了门，雪禾整个人都愣住了，这哪里是普通的客栈，简直比外头看着还要气派。
金碧辉煌的装饰，加上这排场，这下不仅是找着了住处，简直是直接住进了豪宅。郭夫人笑脸相迎，欢迎来到花月楼。这名字一出，雪河立刻察觉到不对劲，这地方表面上是豪华客栈，实际上却是魔教的秘密据点。难怪天罡一路上这么有底气，原来他早就打算好了，只要有赤里剑在，这世上就没他进不去的门。身为天魔之子，走到哪都是最高规格的待遇。郭夫人已经安排好了一切，是先吃饭还是先休息？这排场简直是直接拉满了。关键时刻，雪河的肚子实在是不争气，这下气氛瞬间尴尬了。好在赤里剑反应快，直接发话先吃饭。郭夫人办事也利索，赶紧把人领到桌前，让他们慢慢看菜单。这服务确实没得说。天罡突然提议，既然都到四川了，不如整点酒喝喝。赤里剑也没反对，点头答应了。一听到有酒，雪河的心思也跟着活络了。自从来到这个世界，他还没机会尝过酒味，今天是不是也能跟着蹭上一口？赤里剑把选酒的权利直接交给了雪河，这下可把他给问住了。毕竟这种大事，平时哪轮得到他来拿主意？其实雪河心里早就馋了，他想起以前看长辈喝过一种酒，既然今天有机会，那就干脆点个竹叶青尝尝鲜。酒瓶子一上桌，赤里剑难得体贴了一回，说大家这一路辛苦了，今天就在这儿放开了吃，管够。雪河这下是真开心了，这一路的奔波劳累，好像一下子全值了，终于能尝到传说中的味道了。雪河满心期待的喝了一大口，结果这酒劲儿大的离谱，差点没把他当场送走。这哪是喝酒啊，简直是在吞火。他一边怀疑人生，一边纳闷，长辈们是怎么喝的那么香的？偏偏这时候，赤里剑还凑过来问好不好喝。为了不丢人，雪河只能硬着头皮说好喝，甚至还挤出了一个尴尬的微笑。结果这下彻底玩脱了，赤里剑居然信以为真，还要亲手给他满上，说让他今天喝个够。这下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，想拒绝都找不出理由了。赤里剑倒是大方，直说这里的酒管够，不够还能再点。可雪河现在心里全是苦水，他转头问天罡要不要喝点，结果人家天罡特别自律，说出门在外得当好保镖，立了规矩滴酒不沾，这敬业精神确实让人佩服。可雪河这下更下不来台了，毕竟酒是自己点的，要是喝2口就怂了，那也太丢人了。他盯着杯子里的倒影，突然想起自己前世，那可是身经百战的打工人，什么大场面的酒局没见过。既然这辈子基因里带着酒量，那就干脆豁出去了，谁怕谁啊，直接干了。刚才还觉得自己是酒神，结果现实打脸来得太快，雪河这下彻底断片了，眼前的杯子怎么自己动起来了？最离谱的是，这菜还没端上桌呢，他整个人就直接交代在这儿了。谁能想到，刚才还豪言壮语，现在居然直接倒在赤里剑怀里，睡的那叫一个香。才喝了这么几杯，雪河就彻底睡死过去了。看来这一路他是真的累到了极限。天罡忍不住感叹，这姑娘确实够拼的，刚学了点轻功，竟然能硬生生跟上咱们的脚步，这武学天赋确实没得说。赤里剑盯着熟睡的雪河，低声重复着天赋这2个字。如果这真的只是天赋，那事情反而简单了。怕就怕这股力量的来源根本不是什么天赋，谁能想到赤里剑竟然宠他宠到了这种地步，不仅要亲自抱他回去，甚至连碰都不让别人碰一下。天罡在旁边看得一愣一愣的，这哪里是主仆，这分明是动了真感情了。可就在雪河安顿好之后，赤里剑却突然变了个人，冷冰冰的问起调查的进展。天罡赶紧汇报说，这姑娘的背景干净得很，完全查不出任何问题。这就奇怪了，越是查不出问题，反而说明问题越大。查了这么久，面馆那边竟然一点破绽都没有。17年前，一个老太太抱着个婴儿突然出现，除此之外，一切都正常的有些过头了。天罡低着头承认，目前确实什么都没查到。赤里剑怎么也想不通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怎么可能有人能把痕迹抹得这么干净？这老太太到底是什么身份？就在局面僵住的时候，天罡突然提了个建议，要不去请教一下表静阳长老。赤里剑愣了一下，那可是他的亲舅舅，看来这件事终究还是要惊动家里人了。表静阳竟然把压箱底的宝贝整罐都送给了雪河，那可是他最得意的杰作，平时连碰都不舍得让人碰一下。这老头虽然性格古怪，但绝对不会无缘无故送这种大礼，除非他早就看出了雪河的身份。赤里剑突然想起，当初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舅舅的态度就非常反常，明明是头一回见，却对这小丫头格外照顾。看来这药房里一定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。赤里剑决定，等一回去就立刻找舅舅问个清楚。天罡退下之后，屋里只剩下赤里剑一个人。赤里剑就这么守在床边，看着昏睡中的雪河，他身上那股来历不明的气息，始终是个巨大的隐患。查了这么久，竟然连一点线索都没有，这让他心里很没底。当初之所以把他留在身边，纯粹是因为这丫头胆子太大，居然敢表现得那么嫌弃他，甚至把他当成什么灾星一样。可现在事情显然没那么简单，这个查不出底细的姑娘到底还藏着多少秘密？本想掌控全局，结果陷进去的竟然是我自己。只要看到别的男人靠近她，心里就莫名其妙的烦躁，尤其是看到她身陷险境，那种失控的愤怒，以前从来没有过。之所以非要带她来四川，其实是怕家里那个老头子趁我不注意把她带走。这种从未有过的感觉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件事没法找人商量，自己一个人也想不明白。既然这样，那就先把她留在身边，看看她到底还有多少秘密。天总算亮了，雪河迷迷糊糊的醒过来，结果刚一动弹，这脑袋疼得简直要命。他忍不住嘟囔着，头怎么跟裂开了一样，这酒的后劲儿
也太大了。雪河现在后悔的不行，发誓以后再也不碰竹叶青了，胃里难受的要命。结果一转身，差点没把环儿给吓飞了。二少爷居然就坐在屋里，赤里剑倒是一脸淡定，还问他胃里好受点没，说昨天看他那副禅样，还以为是个海量，结果才几杯就直接断片了。雪河只能尴尬的陪笑，谁能想到这身体这么不能喝？不过这大清早的，他怎么突然过来了？不是说好下午才动身吗？赤里剑导也干脆说要教他一套解酒的秘法，省得下次再喝成那个样子。雪河一听眼睛都亮了，二话不说直接原地盘腿坐好，这动作麻利的，连赤里剑都夸他反应快。他嘿嘿一笑，这可是以后保命的本事，必须得好好学。按照吩咐，他开始引导体内的真气运行一个大周天，结果刚一发力，就感觉身体里有股脏东西在乱窜。赤里剑在旁边提醒，感觉到那些杂质了吗？那就是还没排干净的酒毒。赤里剑说的倒是轻巧，说只要用真气把酒毒抓住，然后再一把火烧掉就行。这话听得雪河满脑子问号，这说的是人话吗？到底该怎么抓，又要怎么烧啊？完全超出了理解范围。没办法，只能硬着头皮自己琢磨，试着调动体内的力量，看看这样行不行。谁能想到这一出手，动静居然这么大，蓝光瞬间炸裂开来，雪河整个人都被这股力量包围。就在这一刻，他终于开窍了，原来赤里剑说的烧掉是这么个意思，那种浑浊的感觉被一扫而空。这下可神了，刚才还疼得要命的脑袋，现在竟然一点感觉都没了。他感觉浑身轻飘飘的，整个人简直是满血复活。这波操作比什么解酒药都管用。等一下，雪河突然发现哪里不对劲，这股刺鼻的陈年酒臭味，该不会是从自己身上散出来的吧？赤里剑倒是挺直接，开口第一句话就是让他赶紧去洗个澡。雪河这下尴尬的想找个地缝钻进去，只能弱弱的应了一声。他现在只想原地晕倒，再也不想面对这个残酷的世界了。赤里剑已经在院子里等了半天，看这架势，显然是觉得雪河动作太慢了。天刚赶紧在旁边打圆场，说女孩子第一次穿这种衣服，肯定得花点时间适应。就在这时，门终于开了，雪河这一露面，简直像是换了个人。他拎着裙摆，有些迟疑的问：“穿这么贵的衣服，真的没问题吗？”雪河看着这身华丽的衣服，心里直打鼓，觉得自己一个当丫鬟的，穿成这样实在太招摇了。赤里剑却根本没当回事，说这只是为了应付接下来的场合，让他别想那么多。雪河还是觉得太破费了，小声嘟囔着：“其实随便租一件就行。”赤里剑沉默了片刻，突然盯着他说：“这身衣服很适合你，很好看。”这突如其来的夸奖让雪河一下子没转过弯来，虽然知道这可能只是句客气话，但心里还是忍不住有点小雀跃。还没等他回过神，赤里剑又递过来一个斗笠，让他赶紧遮一遮。赤里剑特意交代，接下来的地方全是见不得光的交易，为了安全起见，雪河必须把脸遮得严严实实。看着这顶带黑纱的斗笠，雪河心里明白，这层薄纱就是他接下来的护身符。两人换好装束，立刻出发。赤里剑亲自带路，目标正是传闻中的黑市。夜幕降临，黑市里早已坐满了人，放眼望去，全都是清一色的斗笠遮面，大家心照不宣地隐藏着身份。在这种地方，哪怕只是一个眼神，都可能招来意想不到的麻烦。这就是传说中的地下拍卖会，一年才开这么一次，场面比想象中还要大。雪河看着周围这些遮遮掩掩的人，心里很清楚，这地方虽然背景神秘，但拿出来的宝贝绝对都是真货。赤里剑已经在位子上坐好了，见他还在旁边站着，催他赶紧坐到身边来。就在这时，台上的主持人终于露面了，他倒也干脆，废话一句没有，直接宣布拍卖开始。这下全场的注意力都被勾起来了。第一件拍品这就上场了，是封魂宗留下的封魂丹，据说这宗门炼药的本事一绝，可惜后来被魔教给灭门了。主持人说到这儿，还顺带骂了一句魔教混蛋。这话一出，雪河心里瞬间没底了，毕竟他们现在的身份听着确实有点刺耳。主持人还在台上显摆，说这宝贝是他们从密室里掏出来的，连魔教那帮人当年都没找着。这下可真是有意思了，当着正主的面骂人，还显摆人家没抢到的东西。起拍价直接就是30万，场下的价格一路狂飙，40万、50万，这帮人简直抢疯了。雪河偷偷瞄了一眼旁边的赤里剑，按理说这种灵丹妙药，他多少该有点反应吧。结果呢，这位爷坐在那儿，完全没当回事。这就是赤里剑的性格，只要是他看不上的东西，哪怕别人抢破头，他也连眼皮都不会抬一下。让大家久等了。随着一阵车轮声，今天真正的重头戏终于被推上台。主持人这番话直接把全场的气氛拉到了最高点。他说，在座的各位大半都是为了这件宝贝来的。雪河死死盯着台上，他心里很清楚，这就是赤里剑不远万里来到四川唯一的理由。全场都在等这一刻，这件压轴的宝贝，它的名字就是……主持人终于揭晓了答案，这就是传说中的破天神剑，起拍价直接定在200万。话音刚落，场下就彻底炸了锅，300万、400万，价格跳得让人心惊肉跳。雪河在台下看得真切，这把剑的来头实在太大了，除了知道它曾属于剑皇，没人知道它的真正起源，没人知道它是谁造的，也没人知道它存在了多久。这把剑身上似乎藏着某种未知的力量，得此剑者得天下。就因为这一句传闻，无数武林高手都抢疯了。在原本的故事里，赤里剑确实在拿到这把剑后彻底统一了江湖，但雪河心里很清楚，那是因为赤里剑本身就强得离谱，跟这把剑的关系其实并不大。可这位当事人显然不这么想，他直接一抬手，报出了一个让全场窒息的价格：5000万。
5000万这个天价一出来，全场安静的掉根针都能听见。主持人连问3遍，根本没人敢在网上加价了。随着锤子重落下，破天神剑正式归了赤里剑。雪河这下总算觉得稳了，剧情兜兜转转，总算回到了原著的轨道上。可就在大家都以为要散场的时候，主持人突然宣布，今天还有最后一件压轴宝贝。盒子一打开，里面是一串流光溢彩的手镯，据说只要把它送给心爱的人，就能让两人的感情长长久久。谁能想到，这串看起来漂亮的手镯，竟然是黑市历史上最大的失误，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东西有多值钱。雪河在台下看得干焦急，这么好的宝贝，居然只打算卖30万，这简直就是白送啊！可还没等他吐槽完，旁边那位爷又出手了，赤里剑直接把价格翻了3倍，100万。这下全场彻底炸锅了，谁也没想到他居然会给一串手镯出这种高价。雪河这下是真的坐不住了，他转过头，压低声音质问赤里剑：“你到底知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？居然花100万去买一串手镯？你是不是疯了？”在雪河眼里，这简直就是最离谱的败家行为。可赤里剑接下来的反应却让他彻底没话说了。赤里剑随手拔出新买的剑，嘴上说着还不错，其实心里早就乐开了花。雪河在一旁看得清清楚楚，大老远跑来四川，要是再不喜欢，那才真是亏大了。可比起这把剑，更让他想不通的是另一件宝贝，这串粉红色的珠子到底是什么离谱的审美？虽然花的是他自己的钱，但雪河还是忍不住怀疑，他买这玩意儿的时候，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？雪河还在心里犯嘀咕，这串粉红色的珠子到底是要送给谁？结果赤里剑突然凑过来，问他要不要戴上试试。雪河这下整个人都懵了，下意识反问了一句：“是给我买的吗？”赤里剑一脸里所当然，说刚才看他一直盯着看，还以为他很想要。闹了半天，这串看起来很败家的珠子，竟然是专门为他买的。面对这么贵重的礼物，雪河第一反应就是拒绝。这种级别的首饰让他觉得压力山大。赤里剑听完沉默了一下，随口说了一句：“既然你不要，那这东西留着也没用，干脆扔了吧。”雪河听得差点跳起来，那可是100万两银子啊！说扔就扔，这败家程度简直离谱。可赤里剑还没完，他看着手里的珠串说：“万一扔了被别人捡走，那更麻烦，不如直接把它毁了。”看着他手上开始发力，雪河这下彻底急了，这哪是在送礼，这简直是在考验他的心脏。眼看赤里剑真敢下手，雪河这下彻底急了，大喊着让他赶紧住手，这可是100万两啊！为了保住这串宝贝，他只能当场变脸，说既然少爷非要扔掉，那他就勉为其难收下了。赤里剑这才停下手，淡淡的回了一句：“真是个明智的决定。”雪河拿着沉甸甸的珠串，还没从刚才的震惊中缓过来，天刚就推门走了进来，语气变得异常严肃。他说：“该动身了，外面的那些虫子已经开始往这边聚了。看来这串珠子还没捂热，真正的麻烦就已经找上门了。”三人马不停蹄的赶路，离京城越来越远。雪河看着眼前的路，心里很清楚，很快就要到总教了。这本该是他最期待的时刻，只要回到那里，他就能按原计划彻底脱身离开。可看着手腕上的珠串，他竟然有点打退堂鼓。这段跟在赤里剑身边的日子，好像比他预想的要有趣的多。明明马上就能自由了，心里却莫名有些空落落的。就在他胡思乱想的时候，前面的情况突然变得不对劲了。这哪里是什么退休礼物，这简直就是个无价之宝。它的真名叫七彩红环，是用极品红玉打造的。最离谱的是它的功能，只要开启里面的机关，内功修炼速度就能翻好几倍，这简直就是开了挂。雪河本来就有超过1甲子的内力，要是再加上这串珠子的加持，那实力得恐怖到什么程度？这种好事他想都不敢想。现在看来，成为绝世高手已经不是梦了。赤里剑一边走一边翻旧账，调侃雪河刚才还嘴硬说讨厌，结果现在收的比谁都快。雪河赶紧解释说，刚才只是被这大礼吓到了，没来得及好好道谢，以后肯定会报答这份恩情。没想到赤里剑只是淡淡一笑，说只要你喜欢，我也就高兴了。这话一出，直接把雪河给整不会了。这还是那个喜怒无常的少爷吗？可气氛刚到位，旁边的树丛里突然传出响动，两人瞬间警觉起来。看来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。树丛里的动静终于现身，一群黑衣人杀气腾腾，直接把路给封死了。赤里剑却一点都不意外，反而淡淡的说：“他们终于来了。”雪河这才反应过来，现在已经是无处可逃的死局。可看赤里剑这副样子，他分明是故意在这里等人家上门。黑衣人首领也不废话，指着赤里剑威胁说：“想活命的话，就把那把剑交出来。”这帮人胃口倒是不小，天刚正准备拔剑迎战，却被赤里剑伸手拦住了。赤里剑一边拔剑一边说：“不用你动手，我亲自来。”看他这副从容的样子，这帮黑衣人怕是彻底撞到枪口上了。赤里剑冷笑一声说：“正好拿这帮人当是刀石，看看这把新剑到底有多快。”他转头叮嘱雪河：“这可是你第一次看实战，睁大眼睛好好学。”话音刚落，赤里剑整个人已经冲了出去，一道血红色的剑气唰的一下炸开。对面的黑衣人还没回过神，手里的武器就被震得嗡嗡作响，整个人直接被掀翻了。雪河在旁边看得直接愣住，这招式他越看越眼熟，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魔命剑第一式镇压魔君？看着赤里剑手里发光的长剑，雪河终于意识到真正的表演现在才正式开始。赤里剑的身影在敌阵中穿梭，雪河一眼就认了出来，这正是他教过自己的魔命步。而且他发现赤里剑的速度并不算快，刚好能让他看清每一个细节。他这是在拿命给他当教材啊！
就在这时，侧面突然杀出一个黑衣人，雪河急得大喊一声小心，可赤里剑连头都没回，他根本没把这种偷袭放在眼里，整个人表现得异常冷静。紧接着，一道红光瞬间划破黑夜，这下偷袭的要倒大霉了，鲜血溅了一地。雪河愣在原地，看着眼前这一幕，他才发现自己错的有多离谱。为什么会觉得赤里剑变了呢？看着他在敌阵中疯狂收割，听着那些惨叫声，这种狠辣的手段分明和原著里一模一样。他根本不是什么救星，而是杀红了眼的恶魔。这一刻，雪河终于清醒了，鲜血染红了他的脸，那眼神里没有一丝温度。原来他从来没变过，他依然是那个赤里剑手里的长剑。突然爆发出一股恐怖的能量，这种压迫感让周围的空气都快凝固了。雪河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，这招式，这气场，简直和原著里描写的一模一样。深更半夜的房间里却传出不安的声音，雪河猛地从床上坐起来，还是跟昨天一模一样的噩梦。看来这事儿真的没完没了了。自从2天前亲眼看到那场屠杀，雪河就再也没法安稳睡觉了。在那片死气沉沉的沼泽里，赤里剑简直就是个活阎王，他满身鲜血的样子已经成了他躲不掉的噩梦。在原著里，那些表现出恐惧的人，最后全都没落个好下场，因为赤里剑最看不起的就是弱者。为了活命，雪河只能拼命装透明人，可偏偏今天的这碗汤红得让人心里发毛。赤里剑盯着他问：“没胃口吗？”雪河赶紧打马虎眼：“没有的事。”就算不全是因为赤里剑，想在这个武林世界活下去，雪河就必须得适应这种日子，不管有多难，现在也只能先硬着头皮撑下去。而且最关键的一点，绝对不能自作多情，觉得赤里剑跟原著里不一样了。在彻底离开这儿之前，必须跟他保持绝对的安全距离。大半夜的，这股气息实在太诡异了。雪河心里很清楚，该来的麻烦终究还是躲不掉。就在这时，窗台边突然多了一只手，一个黑影动作极快，直接翻进了屋里。来人蒙着面，浑身透着杀气，他盯着雪河。雪河冷冷地打了个招呼：“严雨成，好久不见。”果然没猜错，眼前这个不速之客居然真的是严雨成。在原著小说里，他可是个敢抢拍卖品，又到处行侠仗义的狠角色，也是雪河除了天罡之外最喜欢的角色了。严雨成这下也懵了，盯着他连声追问：“咱们见过面吗？你到底是怎么知道我名字的？”雪河不慌不忙地回了一句：“我知道的可不止这些。”雪河这一开口，直接把严雨成的小秘密全抖了出来，不光知道他是来偷手镯的，甚至连他暗恋唐家大小姐的事都说得一清二楚。这下严雨成彻底坐不住了，这可是他藏在心底最深的秘密。他盯着雪河，声音都变了调：“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怎么连这种事都知道？”雪河倒是表现得很淡定，解释身份实在太麻烦，他干脆直接摊牌：“你就把我当成专门来撮合你们的帮手就行。”这话一出，严雨成明显动摇了，他试探着问了一句：“难道你跟唐小姐认识？”雪河这瞎话编的，那是脸不红心不跳，他直接忽悠严雨成，说自己跟唐小姐是好闺蜜，这些秘密全是听人家亲口说的。刚才还杀气腾腾的严雨成，一听到心上人的名字，变脸比翻书还快，他语气瞬间就软了，急着打听唐小姐对他的看法。雪河看着他这副样子，心里已经彻底有数了，看来再厉害的高手，只要一碰上感情，照样会被人拿捏得死死的。严雨成还在那患得患失，雪河故意清了清嗓子，抛出了最后的诱饵：“有一件事，我倒是可以肯定。”雪河直接把话挑明了，想靠这串红手镯追到唐小姐，根本就是异想天开，弄不好还会让人家更反感。毕竟在原著小说里，严雨成确实费尽心思把东西送了出去，结果呢，这种想用钱买感情的行为，只会让对方觉得自己的人格受到了羞辱。这礼物送出去，非但没讨到好，反而让唐小姐彻底失望，最后直接当场拒绝。其实说实话，他当时拒绝严雨成背后还有个更深的原因，但不管怎么说，因为这串手镯，他在人家心里的印象算是彻底跌到谷底了。这串红手镯原本是严雨成逆天改命的宝贝，只要能解开里面的秘密，他年纪轻轻就能无敌天下。可现在这外挂被雪河给截胡了，看着眼前这个被抢了机缘的倒霉蛋，他心里还真有点负罪感。为了补偿他，雪河让他先在原地等着，自己风风火火的跑去拿东西。没一会，他就带着一份神秘大礼回来了，直接塞到严雨成手里说：“拿着吧。”严雨成接过雪河递来的东西，一脸疑惑地问：“这到底是什么？”雪河语气非常肯定，这上面的内容绝对比那串红手镯更有用。他起初还没当回事，心想这几张纸能有什么了不起，结果刚看了一眼，整个人就愣在原地。他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这怎么可能？看着他这副傻掉的样子，雪河一点都不意外，毕竟这可是他准备的压箱底宝贝。这几张纸上写的全是关于唐小姐的详细情报，从性格喜好到常去的地方，全都被雪河摸得透透的。只要严雨成不是个傻子，靠着这份追妻攻略，绝对能制造出完美的偶遇。看着他盯着纸条看入迷的样子，雪河笑着说：“剩下的回去再慢慢看，趁着还没被其他人发现，这位深夜访客还是赶紧走人吧。”临走前，严雨成忍不住开口问：“姑娘，你到底叫什么名字？反正以后也不会再见了，告诉他也无妨。”他大方地留下了名字：“我叫雪河。”这是他第一次随心所欲地改变原著剧情，虽然不知道是对是错，但看着那两个明明互相喜欢的人，一直因为误会错过，他实在是看不下去了。至于严雨成，看着手里的这份攻略，整个人都傻眼了，估计今晚是彻底睡不着了。雪河心里很清楚，眼睁睁看着有情人错过，实在是一件让人憋屈的事，所以有时候为了能让他们修成正果，自己这个红娘是非当不可了。
原本平静的林子里，气氛突然变得不对劲。赤里剑低声问了一句：“你看到了吗？”雪河还没反应过来，眼前的这一幕就让他彻底定在了原地。紧赶慢赶，总算看到远处的城镇了。雪河兴奋的不行，赤里剑在一旁点头说：“马上就能进城了。”雪河这会儿归心似箭，当初走得太急，都没来得及跟奶奶打招呼。他心里暗暗发誓，回去第一件事就是要去见奶奶。赤里剑看着他的背影，心里其实挺纳闷，没想到雪河这一路竟然能跟上，看来魔皇帝功法确实厉害，再加上他底子好，简直是脱胎换骨。但他哪里知道，雪河其实还藏了一手，全靠手腕上那个七彩红环。他心里正打着小算盘，只要自己偷偷用，赤里剑和天罡就绝对发现不了。原本以为这趟要走很久，没想到才1个月就回来了。雪河心里正盘算着，合同只剩下最后2周，作为专业人士，他得赶紧给赤里剑物色个接班人，把交接工作做得滴水不漏。眼看就要进城了，雪河主动开口说回城后就立刻恢复侍女身份，把这段时间落下的活儿都补上。结果赤里剑想都没想，直接一口回绝：“不行！”他语气严肃的接着说：“进城之后，你必须先跟我去个地方。”赤里剑带路，两人来到一处气派的宅院前，他一进门就直接要人：“魔医在哪？”雪河这下总算看明白了，闹了半天，赤里剑是带他来找医生的，可他心里更纳闷了，既然是来看病，赤里剑干嘛非要带上他呢？赤里剑这回竟然吃了个闭门羹，下属赶紧拦住他，说师傅正在里面见贵客，得请他在外面稍微等会儿。赤里剑显然不买账，让他在这儿干等者。下属吓得话都说不利索了，只能拼命解释。雪河在一旁看着，心里直犯嘀咕，赤里剑平时可没这么急躁，看来这回要办的是非同小可。他努力回想原著里的剧情，却怎么也对不上号，到底是什么事能让赤里剑这么伤心？就在这时，屋里突然传出一声询问：“是天魔大人到了吗？”赤里剑把能想到的大人物全都排除了个遍，既不是他父亲天魔大人，也不是那6大魔门的首领。他一边走一边琢磨，既然这些顶级大佬都没来，那屋里坐着的到底是哪路何方神圣？结果守卫接下来的话让他更无语了，连守卫自己都不知道对方是谁。赤里剑冷笑一声：“有意思，在这儿跟他卖关子呢。”赤里剑这下彻底没耐心了，他盯着眼前的守卫质问：“既然是魔医的亲传弟子，怎么可能连屋里是谁都不知道？”他觉得对方是在揣着聪明装糊涂，直接当场发火：“你真当我是傻子好糊弄吗？”这一嗓子吼出来，周围的气压都变低了，没人敢再多说一个字。他冷冷地丢下一句话：“带路。”他倒要看看里面藏着什么猫腻。守卫还想拿师傅的命令当挡箭牌，说里面严禁任何人进入。赤里剑直接一句话顶了回去：“你真以为我是在跟你问路吗？”这下守卫彻底没招了，只能乖乖在前面带路，把这尊大佛请进屋。屋里的表静阳正坐着喝茶，听说赤里剑来了，显然有些意外，毕竟这个侄子平时可没这么客气。赤里剑人还没进屋，调侃的声音就先到了：“怎么，连最疼的侄子都不打算见了吗？”表静阳吩咐弟子去传个话，说自己手头还有事，让门外的人先等着。他显然低估了侄子的脾气，赤里剑可不是那种会乖乖吃闭门羹的人。还没等弟子走出房门，只听轰隆一声巨响，整扇大门直接被撞成了碎片。这哪是进屋，这简直就是暴力拆迁！屋里的烟尘瞬间炸开，雪河在旁边直接看傻了，他怎么也没想到赤里剑居然敢在长辈面前闹出这么大的动静。雪河在后面看得直咧嘴，这好端端的一扇大门，说拆就给拆了，这赤里剑简直就是个败家子。表静阳气得当场跳脚，指着他的鼻子破口大骂：“你这臭小子到底想干什么？真打算把这屋子给拆了吗？”赤里剑却像个没事人一样，慢悠悠地收起长剑，说自己只是想见见舅舅屋里藏着的那位贵客。表静阳这下更猛了，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赤里剑又补了一刀：“既然是这么了不起的人物，怎么还藏着掖着？”他语气里全是挑衅：“你这么防着我，该不会是心虚了吧？”赤里剑盯着那个背影，舅舅这辈子都没对他大声说过话，今天居然为了一个外人跟他急眼，这事儿绝对没那么简单。他直接下令让那人转过脸来，他倒要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大人物能让舅舅这么护着。就在看清那个轮廓的一瞬间，雪河彻底愣住了，这个背影他实在是太熟悉了，难道真的是那个人？这绝对不可能，谁能想到闹了半天所谓的神秘贵客竟然是自己人。雪河整个人都懵了，他脱口而出：“这不就是我奶奶吗？”心情坐在那儿，只能尴尬的干笑2声。局面瞬间从剑拔弩张变成了大型认亲现场。奶奶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